孔宣，还不束手就擒！不动明王，我素来与世无争，你何必苦苦相逼？孔宣，尔本善类，但你体内天魔种乃是孽缘，更不该进入人界。杀你非我本愿，实属天命。天命，即便是妖，也有必须要活下去的理由。你太自私了，自私的是高高在上的你们。青雄大人，陛下今天看起来好开心啊，可能是发现了什么好玩的事儿了。是呢。别戳了！别戳了！别戳了！可算找到你了，侯俊，快下来！哇，
别小回嘴儿的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啊，成了，这下肯定能治好爹。你爹的火毒是治不好的，你别折腾了。爹，今日又闯祸，被我重罚了一顿。少年郎总是爱闯祸的。当年你我与孔宣，亦常常如此。我收到一封信，人间驱魔司发来的。信上正召集青年才俊重返长安。我想，是为4年后天魔现世所准备。他还没准备好。崇明，如今妖族横行，天宝人才凋零，来不及了。你莫要忘了，我们也是妖族。你还记得？我以为你早就忘了。妖王陛下，崇明，200年前我们败给了黑蛟，除非重回人间将它彻底毁灭，否则天魔复生统领妖族，人间将生灵涂炭。生灵涂炭与我何关？人类借力忘义，忘恩负义。他们带走了老三，将他与一个人类的儿子扔给我抚养了12年。红军不会为人族做任何事，绝不。孔宣乃神魔一体，红军继承了他的五色神光，能铲除黑蛟，还能毁去复生的天魔。离开中原那天起，我就说过，妖族是死是活与我无关。天魔，我只盼他尽快复生，将这些该死的人类统统杀掉。你就不能诚实一点？红军，是真的吗？是真是假，你心里早已有了答案。红军，你很特别，你在妖界长大，但你的母亲是人类，而你的亲生父亲孔宣乃孔雀大明王化身，与我金翅大鹏共同辅佐身为妖界之王的凤凰崇明，情同手足。你不是想去人间吗？每次我来，你都吵着、闹着，要我带你去人间。如今你已长大，我说去吧，你又为何惧怕？200年前，一条黑蛟暗算崇明，夺走了妖王之位。崇明身上的火毒，也是那次受伤留下来的。由于是真火反噬，
所以无法治愈。你父母意外身亡，我把你带回药精宫，崇明把你抚养至今。爹，你爹名唤孔宣，与我青雄一般，是药精宫之主。他死后，青雄将你抱回药精宫。如今你长大了，也该回去了。哼，这儿就是我的家。红俊，我吩咐你去人间办3件事。你爹养你12年，这3件事，你能不能全了他的心愿？若这么说，我就去。狄怀英生前有一官府，名唤天宝驱魔司。你带着这封信到驱魔司去报道，假以时日，查清杀害孔宣之人。这是第1件。凶手是谁？我不知道，需要你去找到答案。狄怀英又是谁？你亲爹从前的朋友。第2件，驱魔司专司收妖驱魔之职，你听从安排即可。这枚孔雀翎是你爹留下的。你到了长安之后，长安的妖族皆可杀。第3件，这是玄都坤王交予我的心灯。你找到陈师仪或陈家后人，把心灯交给他，打碎后会自动入体。交换心灯后，可与陈家人结交，或许能帮你查清当年的真相。我要回人间。说什么？我必须回去。滚！滚！怎么不跟我就走了？你怎么来了？快回去！秦雄大人让我跟着你。你知道人间1两银子兑几文钱吗？你知道上哪儿买马吗？你知道打尖住店怎么说吗？你知道见了人都怎么打招呼吗？你知道长得越好看的男人越会骗人？来两天，大哥呀，你听我跟你说啊。爹，等办完这3件事，我就回家。人间一直这么下雨吗？我们是住在云层上，人类是住在云层下，所以有风雨。我饿了，怎么办？你看，前面有个村庄，去看看。哎，怎么没人出来迎接啊？不对，有情况，浊气和血腥气很重，不太对头。
中了！哪里到？什么人？长安宵禁，不得入城！那是什么？快，控制羽林卫！是。你们几个给我过来！是。什么东西啊？快点！快点！什么东西过去了？哎，等一下！放箭！没事吧？我不是故意的。妖怪，竟敢在长安滋事，还不说仇就擒！我不是妖怪。你是，你爹是血脉正宗的大妖怪，你怎么就不是妖怪了？闭嘴！吊坠呢？刚刚那空。喂，快醒醒！我的心到哪儿去了？啊？这个怎么办啊？往那边！赵子龙，赵子龙！快点！闭着眼睛，千头万绪都在眼前这个人身上。在附近，喂，去那边！是。不行了。神武军搜查，500人等一律开毙，快点！这边。都出境了，快点！是。我也慢走，明儿再来啊！哇，这好漂亮啊！
手了，别跑啊！新灯在哪儿呢？龙武军校尉李景龙。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新灯不见了。你完了，你出祸了！这下怎么办？他斩碎了吊坠，你说新灯会不会在他体内啊？他姓陈吗？他不姓陈，他姓李。哦，对了，让他改姓陈呢？你傻吗？他也不是陈世一的后人啊！完了，怎么办啊？杀了他，说不定光就出来了。怎么能杀他？明明是我闯的祸。哎呀，你又不是人，杀人怕什么？现在得公会丞相天母子。天母，公子里面请。早着呢，一公子便是。哎呀，总之，新灯一定要取回来，否则大家都会完蛋。哎，对了，飞刀找回来了吗？没有，还在那鳌玉身上。都说了让你别追，你不听，你干嘛？这下完蛋了。众生皆苦，动手吧，就当帮他做个了断。我试试把法力注入他经脉看看，先确定新灯在哪儿。都给我仔细看！官兵来了，你快点！你在做什么？我在这。军搜查，无关人等一律退避。神武军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倚狮兰，倚狮兰是什么地方？胡军，快走！妖怪！那边有声音，过去看看。快呀！我们先走，里头在找你。开门！开门！在这里被神武军发现的话就麻烦了，得赶紧离开。给我查仔细了。不会吧！哎呀，这儿。哎呦，谁呀这？李校尉。李少尉吗？我是来捉妖精的。李少尉也逛青楼啊？不是吗？这妖精啊！李校尉也是蓝友。可不是吧？留下。哎，散开散开！李少尉啊，还要去抓妖精啊！啊！
这是飞瑶在捕猎时中了一刀，现在在大明宫疗伤。用飞刀的人呢？还没找到。去查，找到以后，扔到飞瑶面前喂了。这小狗现在怎么办？风，知道，新灯自然要拿回来。我们先去驱魔司报道，再通过驱魔司去寻找新灯。哇！他们在干嘛？这叫赏钱。我们快走吧。那，月明珠！哎，没事，看看去。别抢了，我这还有。你找死啊！快跑！有妖怪！半夜3更，放着受伤的手下不管，跑去侠妓，你究竟有没有上进心？我是去捉妖，长安城内有妖，我亲眼所见。哪来的妖？你还执迷不悟？你要不是我表弟，我都懒得管你。整天不务正业，败光家产买了这么一把破剑，还说要斩妖除魔，继承嫡公之志。我看别人没说错，你就是一个草包，简直丢尽了祖上的颜面！你给我好好反省！听说长安有妖，长安盛世，怎么会有妖呢？郭夫人说的是，那李景龙不过是趁银夜巡城前去嫖宿，未曾想手下喝醉了闹事，一日一觉醒来见收拾不了，便编了个天大的笑话。说起来，狄怀英也终日念叨有妖，还设了一个驱魔司。他去世后，驱魔司也就荒废了。这李景龙倒是有意思啊，和狄怀英如出一辙。狄公那是年迈昏聩了，天子在位，四海升平，天下归心，何来的妖啊？我看那李景龙就是玩忽职守，必须将他处理了。姐姐言重了，他表哥封长清刚为国立下战功，这李景龙犯的也不是大罪，不如让他继承嫡公之志。继承嫡公之志？这李景龙不是说有妖吗？我们就成人之美，看看是这长安有妖呢，还是他李景龙疯疯傻傻。爱妃这提议倒是有些意思啊。那李景龙既有此奇思妙才，不如派他去执掌驱魔司，3不5时朝百姓说祥瑞，也遂了封长清的一番心愿。届时就由你管了，国忠。啊，遵旨。一切仰仗杨国舅。
哟，那不是李景龙校尉吗？谁呀？就是那个出了名的败家子儿。前几日跑到以世兰辖境，结果被神武军逮了个那破箭还真是没白买啊！长安坊那里说的就是他呀。调任狄公设立的天宝驱魔司，一夜之间连升2品。驱魔司。不是要去找驱魔司吗？哎呀，再找再找，他们怎么能这么拴着他啊？这是杂耍表演，猴子没道行，落到人手中可就成为赚钱工具。这就算有道行的妖怪，有些也难逃被人控制的命运。怎么能这样？这是在人间，不是在太行山，没人觉得。梵蒂冈，那你呢？你去太行山之前不也在人间吗？当时被人摆在尸体上卖，嘴巴被勾着，血都流出来了。就没人帮你？谁会帮一条鱼啊？赵子龙，如果我在，我一定帮你。现在，我要帮他。喂，你这么拴着他，太过分了吧？你管得着吗？别耽误我生意！红军，还是算了。不行，我不能看着猴子被欺负。快跑！还我猴子！你给我站住！少武鼎，站住！妖怪！救命啊！谁啊？等一下，这妖怪不害人，我是驱魔师。你是驱魔师？怎么还带个妖啊？报道找谁？报道。喂，有人吗？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好啊！我是泰罗布达米亚，我是火可汗马比吐火罗人，你们可以叫我阿泰。我是莫日根，从呼伦贝尔大草原来。我叫孔红俊，住太行山。兄弟，你长得可真好看。谢谢，你也挺好看的。啊，这里就是驱魔司吧？我是来报道的，是你们负责吗？你啥呀？在这儿呢！妖怪！妖怪哪里？还来！等等，他叫赵子龙，是个好妖怪，不害人。在下裘永思，江南人士。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都收到这封信了吧？却不知道是谁寄的。或许，只有找到写信人，才能知道真相。写信人。来这干什么？哼！逛妓院被赶出来，你可真是长脸！我没有逛妓院，你大可盘问在场之人，看我有没有说谎。妖在何处？你倒是找给我看看呐！你倒是让陛下看看，让长安百姓看看！
总有一天你会看见。哼！是你？妖怪！还我清白！他是凡人，别杀助手！还有一个，别让他跑了！你受伤了？不碍事，就是我的手指被他的剑刃割了一道小口。这人与你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？哦，他叫李景龙，是个凡人守卫。那天我在长安城外追一只妖怪，妖怪逃到长安城，惊动了守城官兵。他非说我是妖怪，我就和他打起来了。结果我的心里一着急，就先跑了。哦，不过一招，这人将你当做妖怪，下手这么重，幸好没受伤。皇上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好像是从那个倒霉鬼身上掉下来的。哦，似乎是一道圣旨。文下，今圣天子在位，祥瑞现世，狄公承神皇命，设大唐驱魔司上在。今敕令龙武军校尉李景龙充当驱魔司长。什么使？完了！你打的是你们的上司，驱魔司长是。这下怎么办？我闯的祸，我来道歉吧。起床啦！这么叫的醒啊！快住手！要不先统一口径，就说他们中暑晕倒了。好主意！那我们这就出去，该做什么做什么。待他们醒了，问声“长史，您醒了”，其他事一概不然。我都听见了。今日的误会，归根到底，长史你不该没问明白就动手。我怎么知道？这次害我丢官职，还被百姓嘲笑。如今又有谁为我洗清冤屈？啊？为什么？是连生良品。你过来，我问你3句话。我只是一笔勾销。那夜，你是不是在小巷内与我交手？是。我晕倒后，你将我带去了哪儿？倚石兰。我有没有做什么？没有。外头都说我是……你们都出去。
都散了吧。明日休憩驱魔司内外，还望诸位同策同力。各位驱魔司，张氏，驱魔司出府，各位都是人中龙凤，可借着休憩的机会，通力合作，互相认识。好了，各位按我的吩咐行动。是。不帮忙吗？让他自己忙去吧。长史不问青红皂白就生死相向，脾性有点冲突。这是小问题，最关键的是，他居然是一个凡人。就是啊，我可不想跟着他去捉妖，还得花力气保护他。好，本来就怕死。小美人儿。我在，怎么了？哇！哎呀呀，真是焕然一新呐！也许长史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凡人。进来吧。谁有火折子？我有。狄公，今日驱魔司正式复起，愿你在天之灵，庇佑我等，庇佑天宝。把你们的信交来吧。今日登记了，也好给杨相一个交代。借此机会，我们也正好相互结识，了解一下。我爹是太阳山上修道之人，我来长安是想来历练一番。至于赵子龙，是我多年收养的，绝不是妖族奸细。我出身是伪，也为历练而来。我是吐火罗贵族，为学习天宝文化而来。在下裘永思，颇通些书画之意，受祖父之命来锻炼丹师。长史，既然驱魔司已复起，那我们要做什么呀？自然是驱魔除妖。除妖？我知道一个，就在长安城内。好，捉妖这种事情很容易引起骚乱。长史，你可有办法？这世上有没有什么法术，能让人忘掉一些事情？若办案的时候奸巧到百姓，便可用来善后。对了，西域有一种离魂花，析出的离魂花粉能让闻过的人忘掉当前发生之事。不过我也不知道哪里能找到。聚宝庄，长安最大的黑市，领头人是西域商人汉国兰，说不定会有离魂花粉。好，那我们便去聚宝庄走一趟。红俊，你在想什么？你说长史真的只是一个普通凡人吗？他身边那把剑能破我的五色神光，武功更是非凡。还有心灯，总觉得他不像普通凡人那样。心灯这事儿，你说我要如实跟长史说吗？还是先找到陈家后人吧，到时再告诉长史也不迟。在说我什么？长史，有心事。长史，你知道陈十一陈家在哪儿吗？陈家。
李长史，您怎么来了？快请进。我们来。陈十一在家吗？别胡说，十一已经去世很多年了。去世了？那他的后人？这位是？哈，我的一位小兄弟，和我一样，敬仰陈十一风采。此次前来就是来看看你们。原来如此，可惜我们陈家人丁不旺，无人继承先人风骨。这便是陈家的独苗了。什么？世人死了，陈家后人也只剩一个婴儿，怎么办呢？来前亲兄提过，交换心灯后可与陈家人结交，并查当年真相年。但是婴儿就算继承了心灯，也不可能一夜长大呀。他怎么了？没事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。长史慢走。你方才怎么了？我没想到陈十一去世了。十一去世很长时间了，他性格耿直，敢言敢谏，无奈遭到权臣迫害，最终冤死于狱中。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如此传世之作，诡谲之才，可惜了。我读过他的诗文集，蛇服拟子，蚁斗丘陵，山川鬼神，妖孽并作。莫非这妖魔并不是借物喻人，而是真实存在？看来陈十一与狄公一样，能看到。狄公？狄公曾预言，神州大地将迎来一场浩劫。可惜他生不逢时，又后继无人，唯一留下的这把剑，也落入了西域人的手中。为了买回它，我变卖了不少家当。长史，你知道这剑是什么法宝吗？我只知这是狄公生前之物，不知为何，总觉得有缘。交浅言深，也不知为何会对你说这些。你说心灯在我体内？但我不太确定。那你就现在确定，我配合你。那我动手了。好。李长史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呀？原来是大理寺黄少卿，有失远迎。大人，你一向主管刑狱，怎么有空来驱魔司了？这是派给驱魔司的案子。杨相说过，但凡用不着大理寺出面的，便送你这儿。以后就由我与驱魔司往来互通。如今驱魔司复起，陛下与杨相可都很看好你，需勤奋为国家办案才是啊。有些事情，这大白天的，李长史还是克制些好啊。太好了，心灯找着了，就在你的心脉里。我想过了，心灯交给那婴儿也没用，不如就先寄放在你这儿。长史，你别在意，你不是他们想的那样。你说的对，世人如何看我，那都不是我。你说心灯在我心脉里，那我会有什么变化吗？不会的。
五脏里心属火，心灯会守护你的心脉，而且这灯力量亲和纯正，光芒充满正气，绝不会有坏处。那我会因此拥有法力吗？啊？应该不大可能吧？你经脉中没有法力，给你法宝也不一定能发动哦。懂了，我是凡人，终归与你们不同。罢了，说这些也无用。不知他们去了这么久，有没有找到离魂花粉？长史，离魂花粉找到了。啊，在哪儿？在这儿。哎呀，这聚宝庄也太黑了，4两离魂花粉要3200两白银。正是，要不你把钱掏了？哎呀！公家主，届时我向朝廷申请拨款。有了这离魂花粉，日后办案就放心了。有案子了？大理寺送来的陈案，如果是人命案，就得立即行动了。郑重起见，我特意等大家回来一起宣读。驱魔司第一案，各位听好了：9月初5，秦夫人府。长史。秦夫人府大宁坊走失一只大月之白犬猫。狮子猫啊！丑猫！贵妃及秦妃长史倒点水，这脸色便是不好了。我这就去。张使，喝点水利气着，千万要放宽心。来，张使，慢点喝，别呛着。张使，找猫而已，冷静啊，不慌呢。长安这么大，要怎么找啊？嘘，要不给长史闻点离魂花粉？不接，简直是辱人太甚。吹吹风就回去吧，外头干干的，不太舒服。狮子猫到底长什么样啊？你这话根本认不出。感觉长史好惨，找到猫，那些官会对他好点吗？别傻了，人的偏见很难消除，我看只会让他继续找猫啊狗啊什么的。这只猫为何要跑啊？怕是看见了什么东西。张史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从感觉张氏好惨开始。先前六军搜了10来天，四处悬赏也没找到。张史，这是你画的？想必这只猫是在躲避什么。躲什么？听说猫能看到人类看不到的东西。或许狄公曾说长安妖氛鬼物数以万计。若能驱逐长安妖王，来日我与你爹兴许会去人间陪你。驱逐长安妖族，我就能见到他了。他是谁？我养父。你生父呢？记不清了。抱歉，我不该问这些的。继续找猫吧，不知道他们长得如何了。等等我呀，我下不去呀！
诸位可有收获？你们几个去青楼了吧？公务在身，你们竟然逛青楼？我们也是为了公务才去的呀。张氏，你想啊，青楼是三教九流汇聚之地，正是收集情报的最佳场所。我们和那些姑娘都套套近乎，兴许他们哪天看见了，那就告诉我们了。对，而且我们在那儿发现了很多狐毛，不对，是猫的痕迹。猫？没错没错，我们找了一天，也许还有遗漏。还有遗漏？那你的意思是还要再多去几趟？张氏，你真的相信这里有很多猫啊？找了一天都没线索。有运气吧。张氏，我饿了。哎，包子。啊，狮子猫！怎么是猴子？原来是你啊！谢谢啦。啊，这下是了吧？这种猫昂贵，要变成人，不会再有第二只。追！张氏，等等我！在下面。李景龙的死，看你就被参了一般，晚上出来，我抓到了，白天来看。还是大人疼静云。大人，静云好想念胡统领啊。龙武军总统领胡生，龙武军军机司令，他怎么在这？我的宝贝儿，可想死我了！静云也想大人了。宝贝儿，讨厌！来，陪爷喝一个。大人还要啊？好。哎呀，来让我亲一个啊！都这个时辰了，哎，这就走了。改天啊，再来看你啊！那我送你。哎呀，走。狮子猫终于找到了，那这床底下的干尸怎么办？先回驱魔司，再做记忆。干尸？我询问了大理寺，近日无人报失踪，不知是不是妖物作祟？只能是妖怪，榻下藏尸，没几天就会腐烂，其臭必然察觉，所以大人定是当场被吸干。你们早察觉已是烂有妖，原来你们去那里是为了暗查，这妖患必须解决，届时就看各位了。张峰，张氏，你没拴紧吗？秦夫人的猫，雷太监出了事谁负责？不好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们是谁啊？你们都是驱魔司成员啊！妖怪！
你是找死了我！上死药了！我怎么不记得了？你们闻了离魂花粉！哎，对，离魂花粉。但是我们为什么会闻离魂花粉呢？不能怪我啊！要不是那猫追我。猫，这只？哦，对呀，从伊什兰抓回来的。没错，我们去了伊什兰。总算想起来了，那干尸也想起来了。干尸？对，我和红俊发现了干尸，然后决定去伊什兰捉妖，是吧，红俊？红俊，我就这一个孩爹，娘！红俊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有点难受。这离魂花粉确实吸着难受，还差点误了正事儿。大家休息一下，入夜除妖。谁在那里？是你啊！事情进展如何？我感觉这把飞刀的主人就在长安。把他找出来。
妖气，长安妖气很重，尤其是倚世兰、大明宫、兴庆宫。你们可知倚世兰藏了什么妖？不知道。若妖物有意收敛自身妖气，我们也很难判定。除非他们自露马脚。那怎么办？看来只有深入其中，打草惊蛇了。切记，不可伤及无辜，也不能有漏网之鱼。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啊！哇，又香了，长得真近啊！好香啊！我们是来捉妖的。哦。走，去和魏公配合。二位公子来了，快点，里面请啊！快看，那个弹琴的胡人公子来了！快，他弹的曲子美得很。自从上次听过公子弹琴，姑娘们都惦记着你们呢。张氏，里面的人都去大厅听阿泰弹琴了。有空就来看你们了。你和赵子龙在这里看风，红俊和我去处理干尸。棉花呢？在呢。都带着，别被阿泰的行声迷惑了。红俊，跟上。不知公子今夜是要弹什么曲子啊？看装扮，像佛经赶考的读书人。到底什么妖才要吸人精血修炼？把你给我扫描。你与末日根定睛重认，不要放过任何细节。还有，随时放飞刀。我只剩3把飞刀了。放心，一定能收回来，包括你丢的那把。注意观察，有哪几个人脸上没有惊慌失色？哪几个人？往缙云的房间里头看。放开！住！跟着飞刀，别让他们跑了！红军当心！听头奇剑。下手太重了，我没想杀他，谁知道他回头了？原来是狐妖。去找你的飞刀，快！找到了，在巷子里头。我会用丝去追那2只。沙子龙呢？来了！过眼云烟。去找阿泰他们。
你是谁？金云，快跑！阿泰，你去追高速那只，下面的交给我们。张使，你的剑。红军，这是你刚指的位置吗？怎么了？我知道了，这边要么能感应妖气，要么就是能感应飞刀。他在绕圈，我们分开行动。嘿。无耻凡人，欺人太甚！我碍着你们什么了？杀人偿命，长安岂是你肆虐之地？只能设法将他们分开几步。是分身术，我们分头找。是，啊，这还是分身！何人你也放肆！找死！
李景龙，长安已经不再是你们人族之地，等这个。摩尔根，李校尉，赵子龙何在？用离魂花粉。没了。你说什么？3200两，一次就没了。你们吸了3两半，只剩8千，我已经很省了。罢了。诸位，今夜之事除了胡统领，谁都不能说。明日，我亲自去龙武军禀告。让阿太他们走。撤！莫尔根，你是妖吗？我也不知道我算什么。族中已有近100年未出过拥有苍狼变幻之身的人了。其实，我也有一半是妖。我觉得你不像。罢了。红军，你见过一头发光的白鹿吗？没见过。怎么了？我的家乡有一个传说，苍狼守护白昼，白鹿守护黑夜。可白鹿离开后，草原梦魇肆虐。我来长安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找他。如果有白鹿的下落，记得提醒我一声。好的。这是星晴宫。狐妖呢？我用火球伤了他，结果他跳进皇宫了。皇宫重地，我俩不敢冒进，这不等长史来了商量。狐妖兵分2路，东是那只来吸引我们的注意，给这只创造救援机会。看来援兵在皇宫。你们俩是故意放过狐妖的。可惜他瞅准了咱们不敢在皇宫放肆，怕是不会再带路了。那怎么办？我飞刀还在他身上呢。不行，这弓太微弱了。这声音，摩尔根，借你弓一用。这怎么能射中？答应了你，会把飞刀找回来。咱们是不是应该先把狐妖捡回来？我是不是该让胡统领看看你如今的模样？缙云、屠鹰、子营，祖籍信阳，年方16，同乡3人结伴来到长安。你若只是天地间一灵物，我顶多就是将你逐出长安。可是，你们为什么要杀人呢？尸体是谁？又是谁杀了他？说！要么把他杀了吧，
结案吧。永司，你写成文，明早我递交杨相。今日先把它交给胡生，也算给龙武军有个交代。送到龙武军监听动向，比在皇宫大海捞针般的查一只妖要简单多了。胡生要是不信怎么办？狐妖若不开口，一般都不会信吧？胡生肯定会信。你说他是妖怪？是狐妖，就是你常去光顾的那位缙云。胡言乱语！李景龙，你信不信由你。这妖怪我交给你了。届时以石兰三女失踪案发，大理寺总会查到你身上。我与缙云的事，知者甚多。若被大理寺缠上，少不了麻烦。若承认这就是缙云，当着众人的面一斩，好啊，李景龙，从前还真小觑你了。行，大理寺若找来，便由本官解释。下官告辞。两死一伤，缙云还被送去了龙武军关押。好一个驱魔司！若想维持烛火不灭，便该减去多余的灯芯。飞儿，你知道该怎么做？我知道。我和红俊去还猫，永司再买些离婚花粉，其余依计行事。张氏，万一没人来救他怎么办？一定会有人来，志不济也是杀他灭口。夫人进宫了，两位先用些糕点，请务必待夫人回来亲自道谢。这只猫为什么要跑呢？这只猫跑出去时，府上是否有客？那夜贵妃、国夫人与杨相到访，府上忙得一团乱。这糕点所用荔枝产自千里之外的高庄，一路跑坏了不少好马，才使荔枝送到长安时鲜味未变。所以这一盘糕点少说也要上100两，寻常官员可吃不到。小王爵若喜欢，等下我便派人送些到驱魔司。边塞浴血奋战的将士，月不过2两军饷。我不吃民脂民膏。原来这叫民脂民膏啊！真好吃。走吧。哼，你这点本事，也只能找找猫了。长史，你说那大妖怪会不会就在皇帝身边？若当真如此，陛下就危险了。万一……那倒不会，人间天子受紫微星庇佑，哪怕道行再高的妖怪，也无法对天子直接施法。不过这妖怪是杨丞相、国夫人，还是贵妃呢？不可能！为什么不可能？
被李景龙那小子摆了一道。胡统领，胡统领，你会说话？大人，我姐妹3人曾在信阳修炼，只因我想见见这红尘，大姐二姐便带我来到长安。一直以来，从未害过一人，李景龙却不愿放过。大四没有骗我，你果然是有。胡统领，我知你一心待我，我也曾想过，若我不是妖，胡统领，对不起。飞儿，他们让你来杀我。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你。大姐、二姐都死在他们手上，我会为他们报仇。待明年殿试后，便让李景龙死无葬身之地。殿试？大敌当前，你实在不应为我耗费修为。无法，我们今晚便远走高飞。留下他！明宫。自先帝高宗起，大明宫便是历代帝王听政之所，被视为帝国的象征。擅闯皇宫，恐怕整个驱魔司都难逃罪责。但若任由妖怪逃窜，必贻害长安。当今陛下偏爱早年居住的兴庆宫，极少在此，平日只有数百人看顾。要是能尽快制敌，闯！我说过要带你远走高飞的，
你为什么？李景龙，你有心爱之人吗？今日你们若杀不死我，来世我点上你心爱之人，生不如死。可惜，你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圣水除秽，天雷破邪，后土葬妖。什么人竟敢在大明宫造次？糟糕，动静太大，把禁军吵来了。哪怕是死，我也要你们陪葬！不好，他这是要……糟糕，动静太大，把禁军吵来了。什么人？哪怕是死，我也要你们陪本体都是凡人，不要伤及性命。你们也服我！别过来！给我滚开！滚开！杀而不拔，非礼也。给我滚开！他出手了！出手了！曹
该出手了。给他们闻点灵魂花粉。罢了，说不清今夜之事，他们会掉脑袋的。我来处理。李景龙回来了，怎么样？飞鳌死了，可第4把飞刀不在他身上。会找到的。没错，只要咱们驱魔司齐心协力，长安妖王也……长安妖王，罢了，张氏，有些事儿也不能一直瞒着你。其实我们仨都是为妖王而来。那是一只黑蛟。你也在找他？我可以确定一点，妖王距离皇帝很近。难道妖王在大明宫？驱魔司长史李景龙，随本官到大理寺走一趟吧。黄少卿，你带长史去大理寺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当然是与驱魔司所办案件有关。长安妖王简直危言耸听。温尚书，这胡师就是证物。那妖狐确为我所见，可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。姑且算是真的。那毁坏大明宫的账是要我们工部找妖怪算吗？你可知，若任由妖物肆虐，将来……行了。大太监高力士，陛下心腹。李景龙，你先出去。是。贵妃钦点的疯子，没想到刚上任却闹出这么大的事来。各位觉得如何？若真如他所言，妖王无论真假，都得把这衙门关了。长安有妖一旦传开，必定人心惶惶。妖再凶悍，也是血肉之躯，案子搁大理寺便不能捉了。这可是贵妃钦点。高将军，大明宫垮了能修，可若下次毁的是宗庙，先告知杨相，总要顾及贵妃的面子。
会给长史什么样的奖励呢？依我看，捉妖和损毁大明宫功过相抵，顶多再赏些金银珠宝。那也能修缮一下驱魔司了。再换个厨娘，赵子龙做饭太咸，还不能吃鱼。账上还欠着3200两离婚花粉钱呢。如果能再赏些民脂民膏就好了。下月初5，驱魔司斋匾。什么？李景龙，我信世间有妖，也信你的为人，但有些事注定难遂人意。你既然继承了狄公的这把剑，总该知道韬光养晦之理。长史，朝廷准备给驱魔司什么奖励啊？奖励？随便什么金银珠宝啊，还有民脂民膏。这次咱们除妖有功，朝廷应该会有很多奖励吧？奖励？当然有。我就知道，早跟你说了。我们喝酒。来，请。能让长史这么激动，看来奖励很多呀。哦，来，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，来，收复长安妖王，干杯！长史眼中还有泪光，这是幸福的眼泪呀。李景龙，红军。梦魇了，想家了。但我也喜欢驱魔司。长史，既然驱魔司已复起，那我们要做什么呀？自然是驱魔除妖。即便驱魔司关闭，也要除掉妖王，绝不能让他祸害天宝。长史，也给我配点安神药吧。是不是又被我坑惨了？你不懂，凡人活着是很苦的。对，凡人很苦。都说驱魔师，为何不说驱妖师？妖我见过了，可魔又在哪？妖魔，妖是山野精怪，魔就是万物戾气与痛苦。人间苦痛，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怨憎会，爱别离，求不得，五蕴盛。这些痛苦和戾气会散入天地气脉中，被冥冥中的力量净化。可当它超过天地的净化范围，戾气就会在人间聚集，成为魔。驱魔师的责任就是驱散神州大地苦痛，驱逐万物心魔，驱散经年魔障，净化人间。也许这就是狄公所言，神州的结束吧。你不高兴？难道他们让你赔钱了？我还有不够的，我再想办法。找你们的皇帝呢？宫殿是他的，只要他答应就行了吧？对呀，但如何能赶在下月初5前取得陛下的信任呢？那我再想想，这案还没结，皇宫还有妖。
呀，好香！放多了。你们干嘛呢？我想学法术，毕竟抓妖光靠武力总是不行的。张氏，修习法术是有先天灵脉，可你……张氏，身为凡人，你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做人嘛，最重要的是脑子。若全仗法宝修为，迟早死在妖怪手中。其实我一直好奇长史的剑到底是什么法宝。世间法宝若由同一材质打造，会有共鸣之象。红俊，让它再亮点。这是什么法宝？驰名智慧剑。什么？你知道？我只是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惊讶一下，烘托气氛。驰名智慧剑，一身两面，一曰智，成如来愤怒之气，可拒天下妖物；一曰慧，可断众生贪嗔，绝世间情欲，驱逐万物魔气。五色神光，号称世间最强之盾，为何会被驰名智慧剑破开？驰名智慧剑，今天继续查案，其他的事我来处理。妖怪都死了，不算结案吗？还有疑点，狐妖烧毁干尸的原因还未查清。飞瑶曾提到殿试，待明年殿试后，便让李景龙死无葬身之地。殿试关乎天宝国运，妖族的谋划绝不简单。无论如何，这案子都得查下去，就从长安考生入手。阿泰末日根去平康里打听青楼作乐的书生，永司红俊去国子监，那里是考生聚集之地。那你呢？我还有事，要说服天子，就只能找他了。红俊，你为何一开始就相信张氏？或许是因为心灯吧。心灯？我初到长安时，心灯误入了长史体内。哦，怪不得你总跟着他。那帮考生愁眉苦脸的样子，是啊。殊不知，怎么了？我们志在必得。全是妖怪。到时候啊，我请你喝花酒。你说的是，我会考虑的，但你记住，官场陋习不外乎欺上瞒下4个字，待瞒不住了，才是你有机会的时候。这俩人没见过，以诗兰出世，他们会不会是？别动，凡人察觉不到妖气，否则我们就暴露了。杜寒清啊，我不是啊！不长眼的东西！想要玉坠？拿呀！喂，你过分了！不管闲事。两位兄台，打听一下，在国子监斗殴是不是会被取消考试资格？这个还是误会。我们和韩青是同乡，开个玩笑，两位倒是不曾见过。
我和表弟刚进京。这个人有些面熟。才进京，还有5天，可就是秋试了呀。啊，家中有事耽搁，刚安顿好，便来国子监拜见先生。那不打扰2位了。韩青，收拾完再来侧厅。是他。你很喜欢玉吧？那。这个送你，别伤心了。红俊，我们该回了。嗯。你叫红俊，我叫杜寒青，我明日可以去找你吗？啊？家里亲戚多，你俩约个地方见。明日5时，丽水桥见。有备无患，说不定还能探出些妖族的计划。一群狐妖参加科举，长史说的对，这确实是个大案。国子监有狐妖？粗略估计不下100。啊！另外，以诗兰那具干尸，生前应该是国子监考生，但是被狐妖谋害后顶替了身份。木日根，你们呢？平冈里的青楼查了一遍，没发现狐妖。那3只是1年前来的。那么过程很明显了。等等，对我还不太明显。以目前的推断，自1年前起，大批狐妖入驻长安，先来的3只进了文人最爱逛的雨师兰。考生来此被吸干后，便有狐妖化形顶替的。所以国子监内狐妖化形的考生越来越多，死去的考生成为干尸被处理掉。那床下的干尸，也许是心死之人，也许是禁淫忘了处理，总之被咱们误打误撞发现，这也是狐妖拼命烧掉干尸的原因。狐妖若想进入官场，必须通过会试，所以朝中有人泄题，既能接触考题，又手眼通天，会是谁呢？除掉狐妖后，主使人总会出面。红俊，你的最后一把飞刀，也许就在他手中。科举关乎国运，乃国之根本。若狐妖通过会试，很快就会占据官场，到时候整个长安城就成了妖族之地。所以，绝不能让狐妖扰乱考场，必须在开考前除掉他们。5天后，群魔司就会被解散，那时就更难揭穿妖族的阴谋了。距离开考尚有5日，得在国子监动手了。狐妖混迹于考生中，我们不能贸然行动，得尽快查清哪些考生是狐妖所化。考期临近，各地举子云聚于此，足有2000余种，少说也要2日才能排查完。这几晚我会盯紧国子监，以免有异变。你们先休息，明日一早进国子监查妖。就是这样。这么说，他们已经查到国子监了。秋试计划得提前，我需要你帮我。张师，你看，朝廷刚下的通令。秋试提前3日。难道幕后主使发现了什么？我的身份可能暴露了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想必狐妖肯定有了戒备，那咱们很难在国子监动手了。最重要的是，
明日开考，只剩1天时间，我们的计划根本无法实行。有办法了！阿泰、永斯，你们盯紧国子监，监听狐妖动向。莫尔根，准备药材。红俊，我需要你配一种药，但在这之前，有件事我需要你去确认。衔环结草，小狐狸要报恩呐。狐妖应该还没察觉。红俊，这药明日能配好吗？长史，抓住狐狸后要怎么处置？全部烧死。不能放过一些吗？那么，谁放过那些被害死的无辜生命呢？红俊，我们是驱魔师，我们的职责是守护人们能够平安生活的权利。你认为妖都是坏的？人与妖都是天地之灵，但是任何一种生灵都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。至少，这些狐妖是坏的。你不能被他骗了。如果他真的没有害人呢？那他的同族呢？他们合伙害死了多少考生？那些无辜的生命，他们也有梦想，也许他们也能成就一番事业。长史，红俊会想通的。你们可有法子直接辨别狐妖？国子监的狐妖法力低微，不能完全收敛妖气。莫尔根的，莫尔根呢？我安排他去办一件机密药物了。非亲非故的，你管那些妖做什么？我也是妖，不是吗？总有一天，长史会知道的。长史，长史，得手了！哎，你一大早出去做什么啦？等下你就知道了。赵子龙，你这弄坏了！哎呀，我就看看。腰牌收好，等亮身份时，今日事关驱魔司生死存亡，大家千万小心。出发！下一个，等一下。以前没见过你们啊！大人，我们是新来的。新来的。渤海军功高力士高将军到！
将军亲自巡场，实在是今年考生之幸。高将军，皇帝身边的红人呢？今日终于有幸目睹真容啊！科举关乎国运，陛下甚为重视，尤其是今年，特意增派兵力，确保会试顺利进行。高将军亲自视察，应该不希望看到学子们都喝不到一杯清茶吧？就是。大人，我们的令牌有问题吗？将军请。行了，进去吧。这次灯都检查好了啊，都没问题。劳驾。来，送水了。这箭足能准确感知妖气，可以用它来辨别是人是妖。1、2，若是妖，我便用石斧在脚边做标记。4、5。高将军，您歇息。看来总共有266只狐狸。长史，万一他们不喝怎么办？今早我让莫日根给国子监的早饭加了近40%的盐，就是为防万一。怪不得你起那么早。好了，走吧。站住！李景龙，你为何在此？驱魔司执行公务，无关人等一律退避。李景龙，你干什么？高将军，驱魔司调查青楼干尸案，发现有3只狐妖作祟，他们专挑考生下手，将其吸干后，便让同族化形参加科举。共有266名狐妖冒充身份混入。他们的目的，就是占据朝堂，谋夺长安。一再胡言！李景龙擅闯考场，论罪当诛，你自己抗命不怕死，你的这些下属也要跟着你死罪。你忘了，驱魔司已经被下令解散啊！长史，不是说我们在大明宫立了大功，要重重奖励吗？长史，都是假的。驱魔司3天后就要被解散了。看来上次不仅没立功，反倒把驱魔司赔了进去。所以我们现在该把他们全部赶出去。李景龙就地擒拿。这位老太监先生，您不是说驱魔司还有3天后解散吗？也就是说，今天驱魔司还在职责期内，我们必须执行任务。驱魔司今天要清除考场中的妖孽，请各位大人做个见证。抓住他！是。只要驱魔司没解散，你就是我们的长史。只要驱魔司没解散，你就是我们的长史。放肆！怎么会这样？错了！扰乱会试，罪不可赦，把他们就地诛杀。是。
狐妖捉了，腰牌衣服取上，去下一场。还有啊！等等，绝不能等！高将军，参加科举的竟是一群狐狸，来日官场全是妖，你半点不怕？给我也踹一扇呗！踹吧。妖术，李景龙，这是你的妖术！李景龙，你存心报复！陛下驾到！他就是天宝皇帝，我必须得到他的支持。这就是紫微星照拂的人间天子，可为何眉宇间隐有黑气？禀报陛下，高将军正在协助驱魔司缉拿狐妖。果真如此？是，好你个李景龙！我若否认，这些狐狸任凭我如何解释，都难逃渎职之罪。若是承认，便是认同长安有妖，驱魔司解散之事就无从说起。但臣也不知道为何还有多少？回禀陛下，共266只，全部给朕揪出来！是。红军，你得帮我个忙。韩青，这儿很安全，他们发现不了你。对不起，那天进国子监是为了查清你们的身份。你是驱魔师，你骗了我。他们呢？都现形了。韩青，告诉我谁是幕后主使？我不知道，求求你，放我走吧。你们杀了那么多人，我没有杀人。我到的时候，他已经被吸干了。他们让我顶替读书人，我不敢违抗。红军，求求你，放我走吧。对不起。陛下，臣替红俊为这只狐妖求个情。他并未害过人。罢了，你拿主意便是。若非亲见，朕恐怕一辈子也不会相信，竟会有这等荒唐事。陛下，狐妖已被送至广场，现由驱魔司看守，等候陛下发落。烧！广场上那些狐狸，就是风将军所说，正是乔装为科举考生，欲乱我天宝的狐妖。风将军，如何确定那些狐狸当真是考生，而不是被障眼法？朕已亲自确认，不必再怀疑。都坐吧。朕已着驱魔司，将狐妖尽数焚去。景龙，你给大伙说说吧。陛下，贵妃，各位，此事须得从红俊入长安城说起。这么说，你夜闯大明宫，还毁了一座后殿。那妖怪极难降服，挣扎时
毁坏了大明宫。李景龙，妖怪能闯进大明宫，是驱魔司的失职。其次，大明宫乃天子居所，岂能随意毁坏？此次幸得陛下身在骊山行宫，否则……陛下，科举案参与的妖怪不止狐妖，背后定然还有主谋。驱魔司虽行为有差，望陛下念其捉妖有功，从轻处理。长安还有妖？回禀陛下，有。经查，狐妖替代考生的计划从1年前开始实施，布局周密，所图不小。其幕后主使很可能是长安妖王。查清长安城内所有妖族。是。驱魔司这次立下了大功，景龙，想朕怎么赏你？为国办事，不敢领赏。捉妖乃是驱魔司分内之事，陛下免去臣等在大明宫闯下的大祸，臣已是感激涕零。坐下吧。谢陛下。我天宝真是人才济济啊！陛下，你昨日所用的可是仙教的火焰术？回禀陛下，正是。朕没记错的话，仙教曾是波斯国教，你是波斯人。阿泰不是吐火罗人吗？臣是前波斯国人，名唤泰格拉，伊斯艾。伊斯艾。波斯萨珊王姓，难道你和尼涅师是什么关系？是家父。果然，当年萨珊被侵占，先后有3任波斯王子向天宝求助。阿泰的父亲尼涅师更是在长安待了2年。如今身为王太子的阿泰也来了。唉，回来就好。此来长安，愿为天宝尽一份心力。所以说，阿泰是波斯王子。萨珊灭国多年，王族只剩我一人，算不上什么王子。有什么烦心事儿，不如我2粒荷花粉。反正陛下已经答应，以后再买可以直接找朝廷。大明宫的账一笔勾销，那这算是结案了。兄弟们辛苦了，先回去休息。明晚咱们出去放松一下。红俊，你和我到城外办件事。走吧，快去吧！别再回长安了，再被发现，饶不了你。
张使，你其实不讨厌妖怪。我不恨未作恶的妖怪。如果张使知道了我的身份，是不是也不会嫌弃我？啊！我要为他们复仇。天魔的轮回，这伙驱魔师们再怎么强悍，也是抵挡不住的。人间皇帝已起了警惕之心，最好别再搞出什么动静。我要天宝江山为我的虎子虎孙陪葬。可以慢走，下次再来。待会儿都给我收着点。李小伟，太帅了！是那个弹琴的胡人郎君。哎呀，裘公子也来了。想我了吧？多日不见，多日不见，甚是。你自己要来看康里顿，躲什么？李相，不了不了。一起喝两杯。玩得开心。谢谢。别走啊，美人儿！哎，那就是如今风头最盛的驱魔司啊！听说在考场上赚了2000多，还不错。各位公子，有哪位相好的姑娘吗？没有。那让姑娘们不用。另外两位公子，不需要。咱们来这儿是做什么的呀？那得问长史了，我可不知道。听曲子，看跳舞，赏钱，然后晚上回去睡。待会儿有人要跳舞吗？有，还有奏琴。想我了吧？那边都是正经人，想干别的到阿滩那边去。你想好了啊？待会儿我们要吃樱桃碧螺了。是什么？樱桃碧螺是什么？我不去了。那我能喝点酒吗？嗯，可以。红军，公子请。来，吃吧。公子你看。这是口技。太美了。真不错。是呀，太美了。多美啊！啊！烟草树碧丝，青桑地。哇，这是李太白的乐府诗吗？长得真好。比之李龟年还差太多。李龟年，京城第一乐师，只可惜啊，如今他在御前供职，我们是没机会听他唱了。哎，
春江潮水连爱碧，海上我刚刚好像醉了，头晕晕的。球里有问题。不对，是妖术。看来是有人帮了我们。李桂年，是他！李桂年，是李桂年。此人法力深厚，他的身份绝不止一个宫廷乐师那么简单。空里流霜不觉，飞顶上白纱看不见。江天一色无纤尘，皎皎空中不圆轮。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张氏，你们认识？早年他不出名，我常去捧他的场。今日本是邀他奏乐庆祝，没想到竟然救了咱。我要找他学艺，长得太好了。你是不是已经把我忘了？夫人，玄音虽然失手，但驱魔司再如何，不过就5个人，并不影响今晚的行动。这一次务必稳妥。请我。张氏，那人是谁啊？昔日我在龙武军时的一个旧部。今夜月色真美啊！是啊，我还要喝。这都是案子。哎呦，李长史，如今陛下要严查长安妖族，大理寺也不能懈怠。这不，我马上就派人整理了所有疑似有妖的案子。驱魔司个个身强体壮，武艺高强，捉妖自然不在话下。我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看来后
毛笔，我亲爱的朋友们，早上好啊！咱们晚上再去喝吧。喝酒哪来那么多讲究，一点都不爽快。可惜我是没几个钱了。我有，咱们把以诗兰买下来吧，这样天天都能吃樱桃碧螺了。咱们只是找了只猫，至于吗？这全是和妖怪有关的吗？哪来这么多妖怪？想必是因为咱们在陛下与贵妃面前得宠，大理寺便将得罪人的、办不了的案子全扔过来了。小儿夜啼不止，疑似见鬼中邪。这该找收经的，找驱魔司做什么呀？出城骡子受惊，跑丢疑似见妖。只要与妖怪无关，统统批个查无妖气，退回大理寺，不管。11月初5营业，秋瓷商队遇袭，队中12人尽数被屠，凶手不明，怀疑有妖作乱，也不管吗？这儿还有个命案，11月初5营业，铁匠与媳妇拌嘴，用一把凿子、一把铁锤，把人给活活锤死。1天之内死了10几个人，这么严重？这算不正常？科举案妖族损失惨重，再加上昨晚以诗兰那场暗杀，紧接着长安命案频发。难道这些命案是一种挑衅？事有蹊跷。阿泰、永思和摩尔根，去调查铁匠杀妻案。商队有9名护商，3名护卫，于平和两扎营，准备次日进长安。会不会是谋财？案卷记载，商队货物齐全，并未丢失。遇袭现场无外人闯入的痕迹。利器，这些死者皆是被利器斩杀，伤口很多，死者的血液都流尽了。大人，继续。死者皆是头朝营地外的方向，散落四周。看来凶手是商队内部的人。这具尸体有些奇怪，他只有胸前一处伤口，怎么身上全是血？因为这些血原本就不是他的，是被溅上去的。难道他就是凶手？可他怎么也死了？所有尸体的伤口都与这把刀的切口一致，而发现这名死者时，他的胸口插着这把刀，刀柄处的血手印与死者的手掌吻合。是自杀。一个护卫在抵达长安前的最后一天，突然杀了商队所有人，然后自杀，这太不合理了。张氏，你看。自杀的人死前怎么会这么害怕？像是看见了非常恐怖的东西。他的表情让我想起被飞鳌咬死的尸体，同一种恐惧。难道真的是妖物作祟？那阿泰他们调查的铁匠案会不会也是？据仵作所说，死者全身血液流尽，但现场的血并不多。血迹溅落的位置不同，却朝着同一个方向，都像是被什么吸引过去的。也不知末日根去地牢见那铁匠，能问出什么来？问不出了，铁匠疯了。大理寺的官员说，铁匠行凶后便去自首，对罪行供认不讳，只是提到杀人时，却说自己中邪了。我在地牢见到铁匠时，他已经神志不清了。现场残留的血迹混杂着妖气。定头旗舰有反应，现场血迹流动的方向十分古怪。这2件案子有许多共同点，
比如死者身上的血都流干了。会不会那些血，并不是流干的，而是被妖怪吸干的？就像科举案的干尸。两件案子的背后都有妖怪的痕迹，可为何动手杀人的却是凡人？而且犯案手段都异常激烈。人在愤怒时就会做出冲动的事情，被心魔驱使。心魔。好重的力气！救我！小伟，我杀了人，求求你，不救我！秦武，有个影子一直跟着我。打水冲他全身，红军，去准备定神香，快！周文斌，我姨娘和母勒死了我爹，就因为他是杨国忠府上的裁判，大理寺根本不敢得罪。我去郑家寻仇，周文斌和我姨娘在，我把他们一家老小都杀了。一家老小，秦武，你疯了！我不想杀那孩子，有个影子一直跟着我，我控制不住。死了，都死了。都死了！我没想，我不是想杀死。那影子长什么样？我不知道，现在都我没敢看，我疼，我不敢再待下去了。小武，杀人偿命，男儿大丈夫，敢做敢当。小文，求你看在息事同僚的份上，不要不管我，我知道错了。摩尔根，将秦武暂时收押，等他冷静下来，就移交给大理寺。小文，明日必须去大理寺，你不去，我压着你去。李长史，此案牵扯甚广，杨相和龙武军都十分关注。秦武投案时虽对罪行供认不讳，但言语中似乎透露出与妖有关。红军，这血里有一股好重的戾气。红军，你是不是对戾气敏感？红军，答应我，无论何时都要控制住自己的怒气，不要一念之差酿成惨祸。张氏放心，我不会的。诸位，有发现？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片龙鳞。一条龙。红俊手上这枚虽是龙鳞，但龙生九子，各有不同，且这鳞带妖气，不会是真龙。龙鳞凤羽都带有极强的灵兽之力，这鳞应属水生妖族。
那他挑唆铁匠请我去杀人，究竟是为什么？动机是什么呢？会不会是与现场消失的血迹有关？水生妖族，得让赵子龙去长安的地下水道查一下。我呸！万一真的有妖怪，我不就惨了？不去不去！李景龙，你要干嘛？后进！后进！这种危险的事情只会使唤我。红军你不帮我，还听李景龙说话。什么大东西从这里爬过？干嘛？张使，我比你高。别闹！出去！赵子龙出来了。河里确实有大妖怪游过的痕迹，把岸边的棱石都挤掉了不少。分头查探所有水道，明日一早在驱魔司会合。要小心。长安水道错综复杂，这里地处城西，溧水河至此汇入地下，流入护城河。以前有旱涝，都靠这个疏通，现在看来荒废很久了。这就是水道入口，被栅栏围住了。那是什么？与之前的龙鳞一样。积了很厚的淤泥，应该很少通人，但有踩过的印记。难道是妖怪？红俊，别轻举妄动，非斗不齐，你等我去叫李景龙他们来帮忙。等他们过来，不知道要多久了。这是个法阵。水流声，前面是地下河。内红光，为何此处竟有法阵？阿泰，你别吓我！刚下丽水桥就撞上了赵子龙，他叫我来帮忙，怎么样了？发现一枚龙鳞，没有找到妖怪。不过这有一处法阵。这滴血，须弥借此阵，此阵可吸纳天地万物。法阵中央的血滴为阵眼，一旦触碰，就会激发机关。
如此玄妙的阵法，咱们却在水道中发现2处，实在蹊跷。此阵与妖王颇有渊源，若无意中启动法阵，缠身龙手是龙匣子。这家伙力量太强，快挡不住了！红俊，快撤下五色神光，我要让他尝尝我球的滋味。好，收！我借灵神焰招式。最近长安命案中，妖怪似乎在大量搜集鲜血，应该在谋划什么，说不定与某种邪术有关。邪术？长史啊！不见了。我到处都找了，一个人都没看到，都没回来，是出了什么事吗？可能被妖怪埋伏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你不觉得2枚龙鳞出现的地点太巧合了吗？案发现场的龙鳞让我们知道命案与水生妖族有关，然后去探查水道，接着你在水道入口又发现了龙鳞，我们一起进入水道，之后被法阵和妖怪袭击。龙鳞是妖怪故意留下，引咱们过去的。很有可能，这妖术连咱们都险些应付不了。他们是不是落妖怪手里了？还不一定，但时间越长，处境越危险，得尽快找到他们。长安水道那么多，怎么找？不如请大理寺帮忙。此事与妖有关，不宜牵扯凡人。那分头找吧，这样机会大些。一切小心。赵子龙兄留下，万一他们回来……不行，我要守护红俊。赵子龙，下雨了。
法子果然是顺着地下河游到了城外。又是这个法阵，脚印到这里就不见了。难道妖怪进了法阵？飞刀有感应，是我丢的飞刀，还是长史的剑在这附近？血滴不能触动，那又怎么进法阵呢？这些符文。血罗，一个用沾满凡人戾气的鲜血炼化而成的魔，难怪凶案现场的血充满了戾气。血罗炼血而化生，饮血而唤醒，此血术耗费无数凡人鲜血，过程中每一滴血的注入，都能令他拥有一份化身为人之力，所以他能变成长史，是曾取过长史的血。可妖怪为何要费尽心力炼化它呢？除非妖怪某种计划的关键就在于血罗的能力。妖怪想让血罗变成谁？
别碰他！有什么冲我来！想走去哪里？原来如此。就是你，生的牙子！是他。有什么冲我来！我的法力！住手！住手！好久没有吸到如此精纯的法力了。国夫人，这只猫为何要跑啊？怕是看见了什么东西。那夜贵妃、国夫人与杨相道法，你去过平康里，你去见过纪云，那只猫定是见过你的狐妖面孔，才把我们引过来。我也没想到，最后竟被一只猫坏了事。不过，你们以为循着鳞片就能查清我的布置？哼，可何尝不是在一步步地踏进陷阱？明安，是你指使3条龙子做的，不仅要引我们追查，更为了收集鲜血，炼化血罗。不错，血罗是我最重要的孩子，我倾尽狐族之力，费了10年，才将他养到如此地步。科举案之后，我就在想你们下一步计划是什么。其实你的目的一直是填饱江山，而血罗就是用来取代陛下的关键。不可能，你动不了人间天子，他有紫微星护体，
但我能软禁他呀，换个一模一样的皇帝，谁会发现呢？可他为什么会变成我？那可得多亏臂长使的劲。你受伤了？不碍事，就是我的手指被他的剑刃割了一道小口。对不起，你身为妖族，却妄图颠覆天宝，不怕招来雷劫。天宝气数将尽，而且睚眦、霸下和酸泥本就是天宝的龙子，现在一切便将大功告成。可惜你们看不到了。把拱雀翎还我！孔宣是你什么人？你认识我爹？我曾有个妹妹，名唤玉藻云。曾？孔宣杀了她，我恨她。你想做什么？抽他的肩，拔他的皮，再放干他的血，最后吃了他的魂魄，变成他，一刀一刀一刀凌迟你们所有的驱魔师！没有人能够救你们，就在这虚空界中死吧！长安妖气骤盛，确有兵杀之喜。秦兄大人，驱魔司可查到黑蛟的踪迹？驱魔司的人失踪了，红军也不见了。红军，长安妖族尽归黑蛟统领，未及天魔复生，他不会贸然对驱魔司出手。看来妖族内生了变数。秦兄大人，红军会有危险吗？我此时现身长安，暗处妖族定有所动，可暂缓驱魔司之位。只是如今众星晦暗，克星犯主，长安必有一场大战。待红军平安，让驱魔司伺机而动。不要！住手！
伢子，看好他们，别让人死了。雪罗，我们走。好，别碰他！废物！张氏，张氏，这是皮外伤，咱们得赶紧出去。那妖怪有没有一刀致命的地方？心脏，妖形时龙的心脏在咽下3寸，人形时在肋间。再过几个时辰，我和邱永慈的法力就能恢复，便可与妖怪一战。狐妖待血楼匆匆离开，定是有了变故，恐怕他会对陛下提前下手。伢子出事了，八夏，走，不能让他们逃出，坏了夫人大事。走。泰格拉王子，你怎么知道？侯俊，侯俊，你一个愣在那干嘛呢？红俊呢？啊！
这就是心灯之力吗？张石，张石！心脉受损，张石，以后千万别乱用心灯，灵力冲撞很容易伤到经脉。心灯乃燃灯世家陈家的法宝，会与体内脉轮融合，也会侵蚀心脉之力。
方才应当是危急关头，不受控制释放出来的。这是国夫人走时画的符咒，不知是否有用。这符咒皆呼应的力量，将施法者进行传送。国夫人画传送符时，戒指亮了，所以在外界一定有与戒指相配套的法宝，在进行跨越空间的呼应。所以，除了传送符，还得在外界设下一个配套的法宝。咱们都中了陷阱，怎么可能事先设下这种法宝？真是见了鬼了！阿泰到底去哪儿了？你说这是个传说阵法？妖怪进来后消失了，法阵中央血滴也不见。或许大家的失踪……感应不到被带走的五色神光。那赵子龙带的离魂花粉呢？必须是配套的法宝，还得是法宝之间有着互相呼应的特质。有了！不行，缺少阵眼主控，激发不了法阵。阿泰，别走开！我好像听到了倒霉鬼的声音。赵子龙，赵子龙，红军，是红军！长史，你们都在里面吗？阿泰，国夫人是狐妖，你是科举案和长安命案的主使，我们被困在法阵了。能出去，斩仙飞刀，4把一套，还有1把是我进长安刺伤飞鳌那把，现在一定在国夫人身上。阿泰，你先去保护陛下，我们来牵制国夫人。事关天宝江山，只要遇见国夫人，直接动手，逼她使出妖法。驱魔司已将狐妖除去，陛下怎么还愁容不展？朕愁啊！狐妖之患后，国中曾言驱魔司个个本领高强，这些人对天宝忠心时，足可当将士表率。可若哪一天他们不再忠心呢？朝中何人可与之牵制？总会有办法的。这是什么？从哪里来的？上次在姐姐家随手拿的。何人敢闯？敢闯华清宫？哎，来人，护驾！快，保护陛下！快！陛下，我们驱魔司行刺陛下，将其就地诛杀。住手！
放下兵器！陛下！张石！我的孔雀翎，杀了他！陛下，事态紧急，若有打斗，我怕会……随便回。万兽，来朝！雕虫小技，红是吗？趁现在将孔雀翎！不行，人太多了。这狐妖的媚术，竟能覆盖这么多生物群。
看看后面，我亲爱的战友们！老太，怎么现在才来？为了迎接本王子华丽登场，你们辛苦了。怎么回事？罗夫人意图谋杀朕，就地斩杀！怎么回事？妖了！妖了！这是什么？妖怪！妖怪！天宝气数将尽，人间必定会成为我妖族之地。哼！天道恒长，有驱魔司在，由不得你放肆！伏妖诛魔祭苍穹，盛世长安月朦胧。世间冷暖情自在，天地苍生唯念行。我应该是只9尾天狐，为何你只有8尾？知道我的一条尾巴是被谁断去的吗？若非苦轩，啊！
保江山，若不将士妖族天下，我在长安等着你们。你快回去！快回家！快走！快走！是新进攻方向。这么说，科举案和长安命案的主使都是狐妖。啊！陛下，黑云笼罩长安，城楼一片黑气，城门卫都中邪啊！哼，简直胆大包天！那狐妖是不是以为朕拿他没办法了？传2路信使，快马加鞭，一路往洛阳传郭子仪，一路往凉州传哥舒翰，集结军队，至长安城外擒王。陛下，洛阳、凉州若撤军，恐怕生变。靠你们能攻破长安？驱魔司，愿意一试。可以帮你救你媳妇儿，皇帝。这把剑曾由狄公执掌，守护天宝。看来如今传到你手中，也是冥冥中的天意。经此去长安，危机重重，神武军可与尔等同行。朕把长安的安危就托付给你了。臣定不辱命。护城河和地下水道连通，咱们从水道潜入城内，与城外大军策应。胡杨媚术十分了得，诸位可有方法应对？天雷刀已收回，4把飞刀能发挥最强的力量。妖魔之术，以无形之物最为可怖。心灯可粉尽妖邪，或可一试。我还不会用心灯。你试着令心灯之力，严守少阴心经上行。经烟过渊泉2斤。运至手中，注入剑内。怎么有股血腥味？红雨是受妖气影响。血楼的冰晶，看来红雨是血楼的缘故。
城门卫确实古怪。狐妖之力正是魅惑，狐妖凭红雨将妖力扩散至整个长安，没有法力护体的凡人会逐渐失去意识，最后完全被狐妖控制。那长安百姓岂不是？红雨范围大，却分散了妖力，暂时只会使人恍惚，但时间一长，后果难料。可有办法保大军不受红雨侵扰？哦。避雨符可暂保一时，但还需尽快中断红雨，阻止妖力扩散。黑云在兴庆宫上聚集，血罗和狐妖应该在那里。准备开城门，让大军入城。弟兄们，为守护长安，开战！往那边。妖怪，你不是不怕狐妖的吗？我怕这些长得奇怪的妖怪，快挡住他！那是赤裸，毒他的死！雨势大了，红军！兄弟们，随我出发！小心！不可恋阵，走！红军，撤！有些妖怪未出手攻击，现在观望。要不像人，人族奉行仁义道德，天地君亲师。这妖族只害怕妖王，往往谁厉害就听谁的。长安妖王，你们曾说妖王是只黑蛟，如今长安动乱，他却一直没有出现。妖族内部定有变故，找到狐妖，一问便知。撤！雨，动手！水界灵，圣水出会。久仰驱魔司诸位大名，小女子名唤玄音，又见面了。
就是上次在蚁石栏暗算我们的妖怪。你也是狐妖手下，他在哪儿？这得问过我手中的琵琶。红雨雨遍布长安，要不了多久，那些凡人就会为我所用。你也去吧，记住，谁接近观星台，就杀了他。月儿，16年了，等天一亮，法阵完成，你就能醒来了。张氏，碧羽符撑不了多久，得尽快找到血路。这里交给你们，红军，我们走。哪里走？妖怪，你的对手是我们。你们的对手可不只有我。赵子龙，来了！动手！就是现在！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！离红花粉没用。提引山河。山河笔，以为这样就能破我的媚术？那就看是你的笔势如风，还是我的玄阴迅疾。之前为大军画碧羽符，耗费不少笔墨，如今哪是不用了？我去截断他的乐声。趁现在！这是在哪儿？前文你归年奏乐，今日却只能看狗咬琵琶。啊！这是哪儿？狐妖掳贵妃为质，占据皇宫，意图颠覆天宝。驱魔司奉陛下之命，
诛戮狐妖，救出贵妃。风越来越大了，好重的血腥味儿，我感觉有些不大对劲。每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，接下来倒霉的都一定是我。能继续了。五色神光打不住我。好看的凝聚速度，狐妖之力让血楼更强了。不去！一些妖魔之气。张氏，你怎么样？雨停了，长安有救了。接下来找到狐妖，救出贵妃。狐妖要凭红雨扩在妖力，血楼不会离他太远。狐妖定在附近。是你杀了血罗，孙生雅子、孙妮、八夏，你已经杀了我4个孩子。那3条龙也是你的孩子？确切的说，他们是天宝的龙子，也
也是杨玉环命中注定的3个孩子。杨玉环体内沉睡着我妹妹玉藻云，所以她永远无法为人族生下后代。难道这法阵要唤醒玉藻云？这样贵妃会死的。你也是她的姐姐。你们的国夫人早死了，我是狐族之王武奇羽。好当你的虎王不好吗？为什么要杀人？可惜莫说人族待我妖族，未曾有半点怜悯。哪怕同为妖族，孔宣害我妹妹，你杀我孩儿，手段如此残忍，我自当让你们都付出代价。是你杀了我爹？你也配问我话？孔宣那畜生的孽种！不许诋毁我爹！风雷水火，斩仙陌刀。就是这把刀！姐姐若能再撑一会儿，就能见到你了。斩仙飞刀在手，你伤不了我爹。是谁杀了我父母？胡俊，别看他眼睛！我看到了，原来是你呀！我就是一个孩儿。放过我们吧，不动明王！求求你了！没错，就是狄怀英这把剑杀死了你的父亲孔宣。服药之剑，你自己被驱魔司伏法而死，今天你的儿子却加入了驱魔司，这就是你的报应，太有趣的报应！胡军，狐妖诡计多端，你不要被他的妖言迷惑，不要相信他。16年前，你非要多管闲事，害我妹妹夺魂失败，妖力尽毁。本想杀你儿子，解我心头之恨，没想到黑蛟找了那么多年的东西，居然在他身上。黑蛟，孔宣之子，我只盼你活下去，在人间一切的天魔之火中受尽煎熬，生不如死，永远无法解脱。胡奇，妖王何在？如今，我就是妖王。
教那废物早跑了。等着吧，天宝精神快完了，你们都会死。狐妖神色有异，妖王是真的以为，还是另有预谋？吴希宇，你枉杀凡人，作恶多端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我的死期，那你倒是让我死在这儿啊！我可不想被烤鱼。美儿，你没事吧？周总，其他人呢？他们大军在一起，就往这边赶来。带他走！我先杀了你！刚才那么费事。黄金、阿泰、我一根周有司，我撑不住了！放开我，你还可以自己上去。红军，这下省得我到处去找，今天都得死在这里！不要，黑蛟究竟在何处？速速束手就擒，镇龙塔下才是他的归宿。不要，白鹿被你们抓去了哪儿？哼，原来都是有备而来。降龙仙尊塔下逃出的蛟龙，守梦的白鹿，孔宣之死。孔宣，那就看看驱魔司究竟有几分能耐！他在汇聚长安妖气，想拼死一战。拦住他！我来截住妖气！就是现在！
你们倒是杀了我呀！待天魔复生，时间利器必将回去人间。这是七雄。妖精功。天降大鹏，耀王天宝！天降大鹏，耀王天宝！天降大鹏，耀王天宝！干得不错啊，红军。终于结束了，是吧，霍尔根？这场仗打得还真长。百姓受红雨所惑，并不记得昨夜之事。参与除妖的士兵，都已闻了离魂花粉。民心不可乱，驱魔司做得很好。如今长安还有没有妖？狐妖一死，城中妖怪散了大半。今持大鹏现身，暂时不会有异动。国中尚在河北亲军，驱魔司本在他手下，今日起便归恒儿统领吧。当今太子殿下，是。朕希望驱魔司这柄利剑，不要有再次出鞘的一天。坐吧。驱魔司之力可动摇国之根本，唯有握在皇室手中，陛下才能安心。驱魔司威望太盛，对朝堂不利，所以必须绝对中立，不参政，不得功名。驱魔司除妖有功，各有封赏。景龙，朕再赐你一块地，你可以自己选择。朕听贵妃说，是条鲤鱼救了她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不要客气。你救了贵妃，当有赏赐。想要什么？有赏赐了。我以为圆寂后在西郊寺留下不少舍利，能否给我一枚，留作纪念？朕这就让人去办。有赏赐喽！
觉到妖气，好点了吗？你姓孔，孔宣是你什么人？你认识我爹？你是孔宣的儿子。那你娘是贾玉泽，他们还好吗？都去世了。16年前，我身染重病，救我之人正是孔大夫。你那时可曾见过奇怪的东西？好像见过一只白狐，之后便生了场重病。白狐？难道是吴奇宇的妹妹玉藻云？我生病前，你爹娘突然过府，用药物在我背上画了印记，说能抵挡妖魔。玉藻云欲夺贵妃身体，却被我爹发现，反将她封在贵妃体内。那场大病后，姐姐对我照顾有加，在我眼中，她无论是人是妖，都是我的姐姐。也许她真的想要一个妹妹吧。我已经不记得我爹娘的事了。你爹是玄狐济世的医者，你娘是华阴贾家之女，你还有位舅舅。我让我哥查查，带你舅舅回京述职，你们也好亲人团聚。谢谢贵妃，你们都是我的救命恩人。还有什么想要的赏赐吗？什么赏赐呢？什么赏赐呢？哎，我想泡丽莎那池子。刚换好的药，小心点，别被水溅到。有心事。红俊，虽然我不知道你的过往，不过我仍希望有一天你能把你所担心的事告诉我。假如你相信我的话。张氏，你认为妖都是坏的？如果他真的没有害人呢？那他的同族呢？其实有一半的血统是妖。你听，你我的心脏都在一样的跳动，你的身体里也流淌着人族的血。看见赵子龙时，我便猜到你与妖族渊源颇深。红俊，我们曾经经历生死与磨难。容我问一句，你若不想答，可以不答。你是另一派妖族派来的吗？我爹是妖精宫之主崇明，那日诛杀虎妖的金翅大鹏，是我叔父亲雄。黑蛟与我妖精宫势同水火，驱逐长安妖王也是我下山的任务。果然，妖族两大派系以长安为决筑场，在暗处进行人族都城的争夺战。如今九尾天狐输了，你爹便将入驻长安。我不知道，但无论如何，我爹绝不会害人的。你俩做什么呢？我走了，你们玩。哎，别走嘛！这样对上谁不叫我？陛下赏赐的，俱是养在骊山的大宛良马。更难得的是，颜色各不相同。赵子龙兄怎么骑啊？你呀，还是带我背上吧。把我的马也带回去吧。咱们赌一把，看谁的马先到驱魔司。再赌一坛琥珀酒，最先到的喝完。你们会输得很惨，
撤！谁的马先到？从此驱魔司里谁就是老大！哎，你说的，到时候你可别耍赖！一言为定。撤！我要当老大了吗？这不能算吧？马上又没人。可是说的是谁的马先到，又没说是谁先到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可叫老大。老大。哎，老二，你们呢？对了，陛下的赏赐应该到了吧？还有玄奘法师的佛骨。赵子龙，你的恩人定是位了不起的大师。他成佛了。哎，他告诉我，要多积功德，再跳龙门，才能变成龙。这是……我看能不能将驱魔司封起来，以免有人误闯。成了，用法力反向扭转符文，就能打开大门。太好了，又解决了一个麻烦，咱们得好好庆祝一下。陷入最深的噩梦吧。多亏大伙儿齐心协力除掉妖王，陛下才能答应借我库尔台县来招兵买马。我来长安的使命总算是完成了。我原以为长安妖王就是200年前从镇龙塔逃出的黑蛟谢玉，没想到是只9尾天狐。所以，你来长安是为了找谢玉？裘家世代守护镇龙塔，所以我必须找到谢玉，将他重新放回塔内。其实我来长安也肩负着一个使命。身为侍卫王族中唯一继承苍狼之力的人，我必须找到梦境之神白鹿。我的家乡有一个传说，苍狼守护白昼，白鹿守护黑夜。可白鹿离开后，草原梦魇肆虐。就是你说的那头发光的白鹿。白鹿失踪，噩梦无法消弭，戾气就会越来越重。来长安前，我以为妖王囚禁了白鹿，可这里并没有他的踪影。是为王祖？这么说，你是王子？所以，驱魔司里，阿泰是王子，末日根是王子。你不会也是个王子吧？如果你们认的话，我们侯爵也是王子，谁还不是个王子咋的？我就不是。对哦，我也不是。
爹，我好想你。让爹看看最近怎么样？你的胳膊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小伤而已。再说小时候也常摔到腿上流血。来了人间这么久，还是这般不着调。这不是好了吗？爹，你怎么来人间了？我来带你回家。此人既能打开永嗣设下的符咒，必定拥有法力。难道是妖怪？修炼到我这个境界，不能算妖怪了。他能看穿我的内心，不错。没想到心灯竟被我那小侄儿错付给了你这凡人。你是红俊的叔父？不必担心，门外之人是我的挚友，北海坤神。他能预见你的未来。世间万物因一念而生，也因一念而灭。驱魔司长史李景龙久仰了，在下远坤。不知两位来驱魔司有何要事？我将心灯交于青雄，本是要归还陈家。如今既已到了你体内，也算是命中注定，我便来受你护持心脉之法。待黑蛟复生天魔，或许你会是一个转机。天翻地覆，桑田沧海，都在这一念里。此符可护你心脉。李景龙，天宝14年，也即1载后，须得谨慎行事。记住，你欠我一具尸体和一个魂魄。时间到，我自己来取。谁的尸体？放心，总之不会让你去杀人。雏鸟离巢，天经地义。崇明，你何必非要逼着红俊选择？红俊。
大家有事要办，都各自离开了。我若走了，张氏，驱魔司里就只剩他一个了。就是你身后那凡人。张氏，你也醒了。爹，这是李景龙，我上司。景龙，拜见师叔。你走不走？爹，你听我说，我把心灯不小心搞错人了，到长史身上去了。错了就错了吧。我把妖王也赶走了。人间早已乌烟瘴气，我不会回长安。昔日在药精宫就是这么说。你莫要再一厢情愿了。我还没查出是谁。心野了，找这些借口，不过是不愿意放弃繁华与你的欲望罢了。今日青雄告诉我，你不会愿意跟我回家。哼，是我不死心，放多此一举。从此，你就留在人世间，学着你爹，好好享受这花花世界。爹，不是这样的。长安很好，有吃的，有玩的，驱魔寺也有梧桐树。你和我住几天你就知道了。而且，我也想。是，我眷恋红尘，可我也舍不得你。能不能让长史与咱们一起？我不会让凡人踏入药精宫，哪怕半步。师叔，红军在长安时，没有一天不想着您。少年人，总希望去见见世面。选你的红尘，还是选我？爹，我舍不得你，说一定要选。红军，你跟你爹回家，空了，我会上太行山去找你的。爹，我赶紧回家，我赶紧回家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怎么不要我了？红军，别难过，我陪你回太行山，明天就走。李长史，你们在忙什么呢？王少卿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这不是担心驱魔司出事儿吗？放心，这种事儿不在大理寺的管辖范围。喂，走，同我去兵部一趟，西北出大事了，锦鹰飞了1天1夜呀！哎呀，快走，这真是10万火急呀！长安之事刚平息，西北又起祸吗？刑部尚书温攸，兵部尚书樊深，什么人能让2位3品大员如此恭敬？
这已经是本月接获的第4起军报了吧？这声音，景龙，好久不见。本想追随殿下前往西北征战，可惜当时被派入龙武军中驻守京师，未能赶上。如今你重建驱魔司，终不负狄公之志。今日请你前来，是有要事相商。樊尚书，沙州、瓜州、肃州3地，1月内连屠4城，俱是夜里遭袭，其来无影去无踪，所过之地尽成废墟，死者已逾10万。殿下怀疑此事与妖有关。容臣冒昧，请问城中被屠士兵遭到什么武器的袭击？哥舒翰将军麾下排查已久，根本找不到任何线索。城中主要的掠夺目的是什么？城中财帛、粮食一应秋毫无犯。大理寺对此简直百思不得其解。这么大一座城，竟无人能逃出来。老幼妇孺尽数被杀，而青壮年士兵一夜之间通通消失，再无痕迹。朝廷对此事如何说？杨相已秦军归城，眼下军报正压在他手上。他认为是乌护军入东前大肆劫掠。若是乌护人，怎能不动城中财产？但若说是妖，现在也不好判断，得去当地看看。乌护使者开春将抵达长安，2个半月内，若再拿不到证据，杨相便将考虑对乌护用兵。届时不知又有多少百姓将遭受战乱之苦。景龙，这次要全仰仗你了。臣定不负殿下所托。这有我手谕一封，到河西后，先去凉州府找哥舒翰将军。臣这便启程，前往凉州。殿下，当真要让驱魔司介入河西军政？哥舒翰将军可？驱魔司这把利刃若是用好，定能切断哥舒翰和杨国忠的关系。毕竟10万军民在边关仍是一件大事。住！地血！有地血！有敌人来了！是乌护人吗？有多少？4000，不，12000，不止，不止。列队，关城门。是。准备！快点！县内手上士兵不足5000，而这些黑甲骑兵竟有数万，究竟是哪儿来的？
这些士兵，怎么都杀不死啊！之后何在？陆逊，你带着这份情报去凉州求援，一定要尽快送到。跑！快跑！快跑啊！好，跑！好。将士听令，随我誓死守城，直到援兵抵达。是。缘分、生死、成败。红雀，你先去太行山，等我把这件事情查清了，就去找你。李景龙，昨晚崇明陛下没一把火喷死你，已经算你命的。你还敢妄想去太行山？张使，你的意思是，若天宝与乌户开战，梁国忠就会设法将太子派出长安？名为在外征战，实则远离朝纲。他俩会打起来吗？那杨国忠不就是造反了？他不敢。眼下杨家势大，不过是仗着贵妃受宠。来日太子登基，第一件事就是清算杨家。杨国忠为保全族，必须与太子周旋。若以后他们斗起来，咱们帮谁啊？你傻呀！人家改朝换代，你不帮真命天子，难道还要去帮叛贼？可是贵妃还给我点心吃。张使，你买首饰做什么？你要男扮女装上路？张使想这个很久了，出了城没人认得，就可以放心的妖娆一番，我才能对吧？这些都是留给陈家后人的。这次出去，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。看来张使因为新登的事，一直放不下陈家。答应你的事，我一定办到。走了。撤！你说，若西北屠城之事真是妖怪所为，那这妖怪是不是很厉害？连同四者，还不留踪迹，要么是妖怪很厉害，要么就是妖怪很多。那张使一个人不是很危险啊？豪俊，我得提醒你一句，李景龙这家伙对你没什么好心。要不我用离魂花粉让你忘了他吧？你敢？
我们还是用长史的钱买的。长史，等等我！红俊，说好要一起去太阳山，你怎么能扔下我？可是你等查清西北的事，再一起去。这，李九，你倒是笑得挺高兴的。衣服带够了吗？西北很冷的。我不怕冷。张史，西北好玩吗？有什么好吃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一辈子没出过长安。那我们会遇上末日根吗？自120年前，白鹿便已在草原氏族中失踪，也不知道他北上有没有查到什么线索。听说边疆那里正闹尸变呢。哎，才不是！我看肯定是乌户人冒充的，四处屠城劫掠。可我怎么听说玉门关那里也起了尸变？尸变？张史，到一站了吗？这。玉。小少爷，到驿站了，快醒醒！客官，2间上房。1间上房。2间上房。每个驿站都只有1间上房。侍卫，您要么住后院柴房。我？没关系，我睡柴房去。哎，少爷怎么能睡柴房？你们家还有没有规矩了？你误会了，刚刚张史。凑合住吧，准备个盆子，装满水。张史，我的手有点痛，破皮了。你这是不常骑马，手被缰绳勒破了。我带了药，坐好，我给你擦。贵妃说你舅舅在瓜州。她说我外公以前好像是个什么过节的使者。河西节度副使，咱们先去拜访哥舒翰大将军，说不定你舅舅正在他的河西军中。谢谢你，张氏。以前我总觉得自己与你们不同，可当贵妃告诉我这世间还有与我有血缘关系之人，我才觉得原来自己也和你们一样，是这红尘中的一员。那找到你舅舅后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不知道。以前在妖精宫总想吃遍人间好吃的，但这也不能算是什么远大的志向。说真说对未来有什么设想，也许就是能一直在妖精宫住着，陪伴我爹。张使，那你呢？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，总想着许多事。我不想像他们一样，年纪到了便说门亲事，建功立业，娶妻姻子，平平常常过完这一辈子。红娟，你身上有太多东西是我不曾拥有过的。若是咱俩早点认识该多好啊！在那个少年人独有的岁月里，一起喝酒，一起仗剑杀敌。张使，
你现在有我们驱魔司了，而且我还要带你回我家呢。我们驱魔司绝不分离。大人，要的水来了。睡吧，明早还得赶路，再往西北走，过了长城就到凉州了。嗯。客官，您的水到了。两位大人是要北上？这天气风太大了，大雪积得又深，都将官道给盖住了。一旦迷路，这荒郊野岭的可就麻烦了。而且，听说西北那边正闹尸变呢，死了不少人。朝廷派了好几拨人过来，什么都没查到。这么大的乱子，哪是人做出来的？依我看呢，肯定是妖怪作乱。水来了！风吹日晒的，整条鱼都快干了。妖怪呀！救我！啊去！就别拿呀！别挡着我做生意！这孩子哪来的呀？这个时候从西北过来的，疯疯癫癫，天天嚷嚷着说长城上有夜鬼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他看着真可怜的。这大冬天的，路。别紧张，告诉我你看见什么了？逃！我赐你白昼的温暖。没事了，不要害怕。你看这孩子也是遇到好人了呀。是啊，看那面具，这是不是咱们说的那个塞外那个眼熟啊？起来，跟我走。真的是他吗？他那个太优秀了。是啊。你还记得路在哪里吗？我去让小二把你这些换下的衣服洗了。祁连城城守黄安派出斥候陆许往凉州请求援兵。陆许，西北边出了什么事儿？看来这名斥候在求援的途中受到了极大的惊吓，乃至失魂落魄，一路逃到了此处。可是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呢？
常常有夜鬼，小二说的是真的吗？如今西北流言四起，真假难辨，咱们得尽快赶到凉州，查清真相。张使，昨晚我翻了翻下山前青兄给我的扶摇录，我觉得，若此事真为妖怪所为，那有这几种可能。说。其一，北方有一种雪妖，居于祁连山之巅，书中未载其法力及弱点，可见之神秘。其二，传说从山海时代，西北就有一种妖，叫旱魃。这种妖怪会让周遭千里大旱，所以西北大多地方都是沙漠。张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冷不冷？撑不住的话就过来，我带你。我身子没那么弱。哎，我们可是一点也不冷。老二，你怎么了？不行了吗？要不还是折回去吧，别冻着了。真的不冷，你呢？我没事。那再坚持一会儿。张使，你别是被冻着了吧？我们还是找个地方避会儿吧。前面每隔10里，应该有给士兵巡逻作业时用的营筏。红俊，你看看这个倒霉鬼，有点不太对。糟了，张使受凉了，我去配点药。以前在龙武军往关中平原练兵，3天3夜没合眼，又是暴雨又是暴晒，都没生病。这次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也许是外头实在太冷了吧。是啊是啊，你的体质比不上红俊，真的不用觉得丢人。我们家红俊本来就……我知道了，先前我把我爹的凤铃一直揣在怀里，所以才不觉得冷。张使，你先拿着这个，我去捡些柴火，熬点药。红俊，外面冷，别去了。天啊，好冷！我说冷吧，别出去了，我发会儿汗就好了。没事，我很快就回来。红俊，烦请将这份军报送往凉州城驻军处，还有这封信，发往长安大理寺，转交驱魔司李景龙长史。好的。你看，我已经替你办妥了，现在你能带我去找路吗？放心，我能打得过鬼。我替你报仇去。你指路，我带你走。喂。嗯。撤！哎，还真有不怕死的，现在还敢北上？哎，自求多福吧。冻死我了，太冷了，有法术更冷了，我要死了！有人。有人吗？这里好像有股奇怪的味道。
是营地方向。这是什么怪物？这是死人。杀不死，这究竟是什么怪物？张氏，张氏，李景龙！快跑！张氏，快跑！张氏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没事，浑身设下的符咒护住了我的心脉。他们好像撤了。这些都是死人。汉时的铠甲。铠甲是汉时的铠甲，人也是汉时的人，或者说，是尸。边塞4城被屠，或许与这些古尸有关。如今他们已经越过长城，进入凉州境内，得尽快将消息通知西平郡王高书汉。撤！进去吧，进去吧。谢谢。这位就是李长史吧？当真久仰。河西巡查尉张浩，李长史是奉太子之命来查边塞屠城之事。我们已在路上查到些线索，现下正准备禀告西平郡王。郡王考军还未回来，不如将线索告诉我，待郡王回来，我自去禀告。此事过于蹊跷，还需当面禀报。
李长史，凉州不似长安，这里发生的事，终究要等郡王发落。来之前，太子曾言，若此事不彻查清楚，恐将牵连芜湖。哪儿来的铠甲？还是古物？刚陪郡王从官营回来，就听说朝廷来人了。凉州郡刺史秦亮。秦刺史，你刚刚说郡王回来了？郡王立冬犒军，刚饮过酒回来。郡王，报吧，长安又有什么话说？郡王，卑职是奉太子之命前来，调查西北4县屠城之事。你给我回去，告诉太子，西北乃老夫所辖之地，莫要听了流言便来多管闲事。正好果然意有所指，哥叔很不想让朝廷来管此事。郡王，可见过此等铠甲？这是汉时的铠甲，且已经锈了。李长史是从何处得来？在距离此处120里地外的汉长城下，成千上万的已死士兵，统统诈尸了。他们屠了边境4城，越过了长城，正在凉州境内四处行动。说完了。郡王，这是实情。你叫李景龙是吧？你千里迢迢从长安过来，就是奉太子之命，编了个故事，将老夫当猴耍。昨夜鏖战之后，长城下还扔着不少尸体。我已朝最近的官营通报，想必长城驻军已经去清点战场。卑职已项上人头做保，只要尸体运来，定将真相大白。好，项上人头。李景龙，你有胆识，老夫现在相信你，不是来编故事。郡王，李长史是太子。等，郡王，卑职只不过是随口一说。军中无戏言，秦亮你也听见了，正好做个见证。项上人头是什么？就是砍我的脑袋啊！那怎么行？你让他砍你脑袋啊！我怎么知道？从前龙武军里大伙都这么说来着。哎，不算，刚才说的不算。报，郡王，长城官营有信。还。怎么样？李长史，官营士兵在丘陵翻了好几遍，可都没找到你说的尸体。这怎么可能？狗胆包天，给我抓住他，押赴刑场！站住！怎么有股尸臭味儿？朝罗门，人啊！别喊，别喊。朝罗门，别叫，朝罗门是黎明星的意思。以前戴着这个面具，到处救人、帮人，所以他们给我起了这个外号。黎明星。看这
伤势，这黑熊应该早就死了才对。这是……你们两个那边。是。赵子龙，快醒醒！离火花粉！雨一到冬天就蔫蔫的，说不定正冬眠呢。分头，这边什么分头？不管。去哪儿了？人呢？司机长，是。怎么办？喂，二位，请跟我来。把所有箱子都查一遍。是。那边分头手。是。二位这边请。爹娘，我把人带回来了。啊。哎呦，这么客气，还带了菜来，正好油炸哥。不是菜。啊，你会说话？妖怪！夫人莫怕，这是好妖怪，不害人的。对，是好妖怪，是好妖怪。李长史，看你们带着这妖怪，我相信驱魔司还是有点本领的。为什么赵子龙能证明驱魔司有本领？这位是我夫人，这位是我女儿。我叫秦轩。哦，原来这位姑娘是秦刺史的千金。今日多亏秦刺史出手相救。哎，此事说来话长。夫人，今天有贵客，加几个菜。好。轩儿，你下去取些酒来。好。郡王先入为主，凉州城内的兄弟们多有得罪之处，还请李长史海涵。你相信我今日所言？12年前，我在沙洲见过你们说的妖怪，他们名唤尸鬼。胸口被利刃划破，一击毙命。血还没有完全干透，这里像是经过一场掳掠，怎么尸体都是些老弱妇孺呢？节哀顺变。让你母亲入土为安吧。
在这当心，我去追杀人凶手。李明星。回村庄去，我会回去的。李明星，李明星，罢了，骑上来吧。你是第2个骑过的人。不行，这样下去太难找了。这是我初次见到尸鬼是在12年前。那夜我与校尉带兵拉练，奈何风沙骤起，我们在雅丹迷失了方向，徒步在戈壁中走了3天3夜。就在我们都以为再无生机之时，一名身穿汉时甲胄的将领，带着上百名士兵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他的长相，我过了12年仍记得。那双眼呈白色，皮肤则是斑驳的灰色。他是一具尸体，汉时的尸体。汉时的古尸，至今已有8、900年光阴，如何能复活？那将领告诉我，他姓刘，乃汉时的王族，而他们的名字叫做战死尸鬼。他们寻找壮烈牺牲的将士，将他们变成尸鬼，以壮大麾下阵营，前往敦煌朝圣。他愿意出手救你，一定不是什么坏妖怪。可贝图4城内，青壮年尸体全部消失，会不会就是他们用来壮大队伍的？我觉得此事十分蹊跷。虽说当初是被那将领随手一救，但他确实是我的救命恩人。
这些年，他的身上定是发生了什么变故。陆巡，你带村民找地方躲避。好。尸鬼之乱的背后还有更多祸患。李长史，秦某有一事相求。来，可是与西平郡王有关？正是，西平郡王将屠城之事嫁祸乌户，恐怕是杨相授意组成。郡王也与杨国忠有往来。形势所迫，哥舒翰将军戍边10余载，战功赫赫，才得以晋封西平郡王。而那贵妃养子安禄山无甚建树，却身兼3镇节度使，受封东平郡王，你可知是何故？安禄山自入朝起，便深得陛下和贵妃欢心，在朝中更有杨家助力。我没明白，既然那个安什么是杨家的人，为何杨国忠还要拉拢西平郡王？安禄山独掌3镇重兵后，已与杨相形成角逐之势，杨相欲寻人取而代之。恰好哥舒翰将军极其厌恶阿育谄媚之辈，与安禄山素来关系不睦，杨相便上书为将军请封西平郡王。因此，郡王才同杨国忠交好。而安禄山近年来常与乌户使节走动，所以杨国忠要把边境屠城的账算在乌户人头上，扰乱安禄山在西北的布置。可是杨国忠怎么知道边境是谁屠的呢？你们觉得他会知道4个人啊？他一个右相，哪管边疆居民死活，乌户也好，尸鬼也罢，对他而言并无差别。他要的只是与乌户开战的借口，既可以打击安禄山的西北势力，又可以引太子殿下外出征战。如此一来，他便能重新夺回朝堂大权。尸鬼之患早已远远超出了杨国忠的那点算计，祸患一起，所有人都会被卷进去，万劫不复。陆巡，你带村民找地方躲避。
究竟是什么？哪儿来的？林美星！别打了，村民已经撤离了，走。武功不错。狼神，黎明星，是狼神。沿祁连山南路走，南边有个小村庄，先在那儿避寒，再找路南下。这些狼会护送你们，快去！谢谢狼神，谢谢黎明星，谢谢狼神。人间是今年特别冷，还是年年如此啊？年年如此。想了这么久，你到底要给谁写信？给太子殿下。你困了便先去休息，别看了。你也别写了，夜里凉，你风寒还没好呢。你是谁？等等！啊！救我！张氏！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张氏，张氏！清晨得信，西北边境周遭尸鬼夜袭，我与秦刺史前去探情况，请。
武山镇情况如何？回刺史，西北边境的武山、鞍山两镇俱遭夜袭，进城废墟。我等只好带着百姓一路往南撤，向凉州求援。娘，你什么时候醒啊？请问，攻击你们的人长什么样？我咋知道？黑灯瞎火的，啥都看不见。黎明星，是黎明星救了我们。黎明星？对，黎明星，我们群山中的狼神显灵了。狼神会和末日根有关吗？此镇距离武山不足60余里。金刺史，不如咱们先去武山看看。回撤！全部回撤！百姓都进地窖内躲起来！这是什么？风里有股味道。尸潮！李长史，他们要往这边来了。什么叫云鸦飞过？正是因为大规模行军，惊扰了林中冬宿的鸟类。血袭倒了！准备火喷，家家户户把油全都搜集起来。这都听李长史的。是。凉州援军何时能到？清晨账号才开始点兵，恐怕还有2-3个时辰。有获胜的把握吗？拼了！把百姓全都撤到凉州去。李长史，这里只有您与尸鬼战过。今日凉州接到急报后，也是你要求发兵前往武山镇。这个责任，一切后果由我来承担。留一半兵力守城，另一半带百姓全部撤退，退往凉州。快！是。这些怪物总是同时进攻，同时撤退，他们一定有一个头，能够对所有人发号施令。会是谁呢？血！不打紧，伤口不深，已经愈合了。不好，他们已经有了新的进攻目标。那个方向是……抓紧我！烈景龙让你不要出去。那怎么可能？长史和秦刺史他们上哪儿了？我爹他们往北边去了，今日去了好多人，连西边郡王也要去，哥舒翰也要去。那我得赶在他之前找到长史。还睡？又去哪儿啊？红军等等，我陪你去吧。
且我爹次次不顾性命，总往前闯，我有点担心他。好，掐！报，石营整理完毕。你们现在才出城？嘘，我和张氏还被通缉呢。就是他，抓住他！快，去给人通知西平郡王。是，去了。闪开！抓紧了，我要冲了！让开！哎！竟敢毁我城门！都给我放回大牢里去！给我追！是。敌军都这么大了，追不上的，回去吧！给我追上为止！李长史，百姓已尽数撤离，士兵也按照你的吩咐把东西都准备好了。再等一会儿，西平郡王应该也能带援兵赶到。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啊！李长史，你什么意思？没有红军在，待会儿万一尸鬼军还没到，西平郡王先到了，我就只好逃了。千万别啊！这得有多少人？咱们只有100人，怎么办？我们牵制尸鬼的时间越长，百姓就能跑得更远。此剑须得激起士气。耳根，长史，怎么是你？别动手，自己人！快跑！快，我们要来攻城了！发光了！听我号令，夜势一出，大家就撤退，依计行事。快撤！是。快，分散队形！威尔根，给我抓这活的带回去！全是死人，怎么抓活的？好快，这人是谁？给我抓这活的带回去！陆许，
长史，抓到了！好，所有人撤回屋内。封住后窗和门户。李长史，依照你的吩咐，将火油撒在屋内各处。好。被毛壮同意指挥，懂得绕过陷阱。还有，长史，爹！薰儿，红军，我背后是敌人，来抓你的！当心啊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我来给君王说明。莫日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受伤了？哎，你又是谁？全军听令，保持队形，停止行军。是。撤！李景龙，居然还敢跑到老夫面前！10万尸鬼正朝这边追来，你们没有准备，打不过的。撤！前方有大规模行军，全军戒备。是。是。不是五虎骑兵，
行军规模超过数万，怎么能避过官营巡查，进入西北？怎么回事？郡王，得尽快回撤凉州啊！来不及了，现在回撤，反而会把他们带到凉州城的。此次所带兵马有限，正面作战与我军不利。全军听令，随我西撤。撤！峡谷通道狭窄，能够限制尸鬼远被岳武峰的兵力优势。郡王，他们快追上来了！放箭！这究竟是什么妖魔鬼怪，竟无法杀死？那日我和红军在长城下遇见的就是这种古尸，他们不惧凡兵利刃，且无法再被杀死。寻常士兵与其作战，毫无胜算。西北城镇接连被屠，就是他们所为。不错，我和陆巡一直跟着他们，发现短短2天时间，他们便毁了3个村落。这狼怎么会说话？他是我们驱魔司的同伴，叫莫日根。李景龙，你说的对，边境屠城之事却有诸多蹊跷，误判误护，致使军民接连受害，是老夫之过。郡王不必挂怀，尸鬼之事若非亲眼所见，确实很难让人相信。当务之急，还是要想办法拦住尸鬼大军。郡王，山地布战是我方优势，全力攻击或能突破困局，但我军也会损失惨重。你的武器既能破我凉州城门，是否也有劈山之能？好，加速前进，冲出峡谷！加速！集中部队，做好防守阵型，守住峡谷出口。剩下的就看你们了。尸鬼追过来了！全军戒备，
组队追击，绝不能让他们追着大军到凉州。前缓敌军冲势，封锁之后。按计划，在红军斩断山壁前，必须把尸鬼拦截在峡谷内。好重的杀气！这个尸鬼竟在指挥作战，难道？小心！马尔干，别管我，出刀！风雷水火，斩仙落刀！全军撤退！走！
究竟是什么怪物？他们乃是历朝历代战死的将士化身而成，名唤战死尸鬼。你是从何处得知他们的经历？哦，这是驱魔司中曾有案卷记载。可有记录破敌之术？没有。不过，我们可以从他身上找到战死尸鬼的弱点。李景龙，你觉得尸鬼除了无法杀死以外，和人有什么区别？尸鬼早就死了，感觉不到痛楚，应当也闻不到气味，或许是看得见的。能看见，听得到吗？有听觉，但好像说不了话。是保留了眼识和耳识吗？战死尸鬼通常在何时攻城？啊，他们似乎畏惧太阳，往往在日落前后或者阴雪天行动。这尸鬼分明没有神智，却能统一行动，有组织的行军打仗，是什么缘故？卑职以为，这群尸鬼中有位首领，能通过某种特殊手段号令大军。尸鬼首领会是何人？一位身穿汉时甲胄的将领，带着上百名士兵出现在我的面前。那将领告诉我，他姓刘，乃汉时的王族。一位汉时的王。一个早已经死去的王，接连屠杀活人的城，却不掠夺任何财物，唯独取走城内青壮年士兵的尸体。他要用那些尸体做什么？将他们变成战死尸鬼，壮大麾下部队。如此一来，尸鬼每攻下一座城市，他们的力量就会更加强大。西北各县镇兵力不多，难以抵挡尸鬼的进攻，恐怕需从凉州调遣援军。不可！如今边境诸夷环伺，一旦凉州守备空虚，段奴、西番必会乘虚而入。届时，不仅尸鬼之祸尚未解决，反添诸夷之患。那些县镇的百姓该怎么办？难道要放任不管吗？大局当前，必然得牺牲一些。此事不必多言。西北乃老夫所辖之地，在这片土地上，老夫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百姓。传令牙兵，将各县百姓撤到凉州，其中全境兵力守住凉州城。是。
但凡出征还是收妖，若西平郡王有用得到驱魔司的地方，卑职赴汤蹈火，亦所不辞。莫日根，别怕，我叫红俊，是莫日根的朋友，得给他包扎伤口。你看，这药叫凤白天沙，喂下去之后，莫日根的伤很快就能好的。凤白就是凤凰石，带有真火之力，能护住心脉，促进伤口愈合。对了，红俊，长史之前受伤，不是也吃过你爹的？赵子龙，你闭嘴！林明星，林明星，把药给我，陆续，你去休息。那孩子叫陆雪，是你的朋友吗？他是我在路上救的斥候，大概被尸鬼吓得失了魂，不怎么会说话。挺可怜的。他总喊着黎明星，黎明星是什么？外号。以前离开家后，我总想当个大侠，便自以为是肌肉父亲。长城外的人就叫我黎明星，以为我是他们的希望。可是世间苦难的人太多了，2天内就有3个村落被尸鬼屠戮。一旦尸鬼从峡谷出来，你们可知又会有多少人家破人亡？别担心，西北已经在布防。西平郡王连夜派遣牙兵，将各镇县的百姓全都转移过来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一定要守住凉州。吓鬼了！今年冬天怎么这么冷啊？嘘，听，城外好像有动静。
开始了，听说驱魔司也来了。不必忧心，我早已在凉州城内布下死局。红军，出什么事了？是陆许的声音，去看看。陆许，黎明星，黎明星。昨晚还没有这么严重，这是怎么了？没有脉象。黎明星，莫尔根，你醒了。张氏，他好像不太对劲。变成尸鬼。做好防御，快！这边，快！这儿，这边！来了这么多。郡王，凉州养兵8万，不如召集西北全境兵力。 趁怪物围城之际，夹击他们！快！士兵杀不死尸鬼，出城迎敌，胜算太少了。这些尸鬼为何只围城，却不攻城？你们注意监看尸鬼动向，随时来报。是。有些事，我得问下李景龙。灌了药，总算睡过去了。红军，能看出来末日根是怎么回事吗？昨日服药后。 他的外伤明明已经好转，可身体却在变冷。都怪我，为什么不与我爹好好学下医理？万一末日根有个什么3长2短……红军，关心则乱，必须镇定，才能从重重谜团中窥见一丝转机。别怕，你先尽力，凡事有我。我先给末日根开些御寒活血的药。 总之不能再让身体冷下去了。李长史，西平郡王有请。红军，你和陆许照看末日根，我去看看情况。黎明星死亡，有长史在，末日根会好起来的。我们先去抓药，让他好好休息。擒贼先擒王，不错。自来到凉州，我就在想如何能彻底解决西北尸患。
直到那位首领的出现。只要能抓到这个操控尸鬼军的首领，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。郡王，外使，你准备怎么做？确定他在尸鬼军中的位置，乃是其一。此事我已有办法。哟，这不是雪里那个傻子吗？擒贼先擒王，不错。自来到凉州，我就在想如何能彻底解决西北尸患，直到那位首领的出现。只要能抓到这个操控尸鬼军的首领，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。郡王，外使，你准备怎么做？确定他在尸鬼军中的位置，乃是其一。此事我已有办法。好冷。寻其弱点，乃是其二。其三，知己知彼。如今大雪封天，火攻很难奏效。但冰能让骨骼僵硬，影响尸鬼的行动。李长史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在军中收集了尸鬼的武器。放下吧。是。尸鬼的武器上怎么会有黑影？你说什么？红军。你再欺负他，看我不揍死你！别动手！不是说不做犯人了吗？是他先欺负陆许的，还说他是傻子。没事吧？怎么回事？谁先动的手？将军，他从小就疯疯癫癫的，连名字也记不住，只记得自己的姓。才不是呢！陆许明明能记住我的名字。郡王，将军，你没事吧？他死了。郡王，将军，快起来！脉象散乱无序。如今尸鬼围城，而高书汉手握兵符掌西北兵马，若他病倒的消息传出，红军，你给郡王诊治。封锁消息，不可外泄。是。对外就说西平郡王在开会商议对策。你去。我有事问你。快扶我去瞧瞧，老爷呢？夫人放心，郡王应当是受了风寒，又忧虑过甚，才一时昏倒。你是好孩子，我听老爷说了，外头是不是还有敌人？这次会没事的，您放心。这回还比不过老爷当年破西番，围城3月，后来城里连吃的都没了，老爷还省下军粮让我吃，可他不吃饱，怎么有力气打仗呢？你说是吧？您请放心，郡王会好起来的。我初次见他的时候还喊他哥哥，后来才知道他是段奴族人，姓哥舒。这些年他在外打仗，我便守在城中等他归来，一转眼已经42年了，快一辈子了。能彼此陪伴，一直到老，真美好。什么时候我也能遇到？他若离了我，可怎么办呢？我要是离开红军，也不知道他该咋办。什么都不懂！赵子龙没吓着您吧？怎么会？
我都年过半百的人了，该见的不该见的都见了。外头都是妖怪，对不对？这回可得仰仗你们驱魔司了。无论如何，须得多加小心才是。那是，我们家红俊连妖王也除掉了，就怕那李景龙拖后腿。当心长史把你炖了。红俊，郡王身体如何？李长史不必多礼。我知道老爷的病不简单，你们不必瞒我，尽管直言。西平郡王和末日根一样，外伤无碍，但身体在变冷。尸鬼的尸体也是冰冷的。我怀疑他们染了毒。毒？什么毒？一种能将活人变成死人，再变成战死尸鬼的毒。尸鬼的武器淬了毒。红俊，你呢？伤势如何？已经痊愈了。这毒只对人有效，我是妖，不一样。末日根终究是凡人身躯，虽有妖力抵挡部分尸毒，但伤势太重。此毒由尸鬼的武器引起，那昨日受伤的……秦刺史，秦刺史，秦刺史！快来人！又有人病倒了！来，快送到军营暗之处，集中医治。是。再这么下去，凉州要保不住了。尸毒已经在发作，秦刺史，13375名士兵全倒下了，人数还在增加。原来如此，尸鬼围城不攻，是在等士兵毒发。郡王一日未露面，城中已是流言四起，再加上尸毒发作，咱们不能坐以待毙。我们还有救吗？坚持住，不能睡。李长史，你得去将兵符取来，否则咱们无法调动全境军队。郡王麾下就没有带持兵符的人吗？都倒下了，但你有太子手谕，可暂借兵符，调军与尸鬼交战。现在的情况，已按兵不动。没事，坚持住。除非尸鬼主动攻城，否则出城交战，只会死得更快。当务之急是找到解药。解药？尸鬼没有神智，能借淬毒兵器让尸毒渗入凉州城，并操控尸鬼围而不攻的，只有他们的尸鬼。所以，只要能抓到这个首领，就能拿到解药。也可解凉州之围。张将军，此事可交由驱魔司，但在得手前，绝不要出城迎敌。既如此，那便拜托李长史了。长史，昨日与尸鬼交战，我记得张浩也在场，他没有受伤吗？似乎没有见到伤口。稳妥起见，守城之事，需再叮嘱老夫人一下。慢点。什么？我去找尸
你目标小，不会被发现。老大，特意为你准备的。找到尸鬼首领以后，记下位置，回来告诉我。这有10万尸鬼呢，而且那首领肯定是个大妖怪。长史，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虽说我要救人积功德，可也没想过有一天能救40万条性命。皇军，说不定我这一趟回来就能攒够功德，变成龙了。赵子龙，我去，我体型小，混在尸鬼军中能找到首领。红军，等赵子龙回来，你就留在这里接应我。不行，我陪你去。我有心灯护体，尸鬼杀不了我的。可你会被踩死。我有5色神光可以保护自己，而且你若受伤了，我也会担心。这些战死尸鬼，生前都在保家卫国，孰料死后却成为戕害居民的杀手。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迷雾，一切真相都落在尸鬼首领身上。等抓住尸鬼首领，末日根还有那些受伤的将士就能好起来了。哎，陆许是不是也被尸鬼弄伤了？对啊，他怎么没事？那守卫说陆许自小心智不全，因为跑得快才做了斥候。可我不明白，若他只是普通斥候，原本在找白鹿的末日根为何要一直带着他？我总觉得陆许的身份并不简单。差点就被踩死。好强的杀气！城里还有40万条性命。战死尸鬼军要攻城了，我要取兵符一用。郡王未醒，不能受你兵符。李景龙答应过我，今夜定会将解药找回来。李景龙与苦红俊已经跑了，卫兵们见他们夜里出了城。我相信那2个孩子，非常情形，自有非常之人代为处理。张浩，你有守城之权，只需守好凉州城。只要不出兵，军队随你调动，不要妄想以凡人之躯去对抗妖怪。张浩，你什么心思？还想强抢不成？老夫人，我就是妖怪。很快，凉州就会成为一座尸鬼城。老夫人，你可以选择，是眼睁睁看着你的丈夫变成尸鬼，还是交出兵符，换他一个生还的机会。
就是那个声音。糟糕，战死尸鬼准备攻城了。如今尸毒蔓延，两者守备空虚，恐怕撑不了多久了。可赵子龙还没……我找到那首领了！走，在城门被攻破之前，必须擒住尸鬼首领，阻止他继续操控尸鬼军。很快，凉州就会成为一座尸鬼城。你可以选择，是眼睁睁看着你的丈夫变成尸鬼，还是交出兵符，换他一个生还的机会。妖怪，你掠火城池，屠我百姓，要兵符，无非是想引来全境兵力，把他们都变成尸鬼。郡王戎马一生，便是败，也要堂堂正正埋骨沙场，绝不会苟且偷生，任妖物谋害军民。好死！说，兵符在哪儿？小心啊！我一直在找你。快！路。这次你逃不掉了。你现在的名字叫陆许是吧？你的身体里有我需要的东西。我们待会儿见。城内好像出事了。看来战死尸鬼突然攻城，就是要里应外合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先把城外的解决了，抓到尸鬼首领，才有望扭转局势。这些战死尸鬼在跑什么啊？是蛇盘阵。看来他们是想打速决战，以迅疾之势，此阵强冲猛攻，一举夺下城池。看，那首领
就在战阵中央，用手里的剑带动阵法。要怎么过去抓他呀？还不能被尸鬼发现。跟我来。这些尸鬼没有神智，只要穿上他们的衣服，不开口说话，他们就分不清敌人和同伴。好笑啊！可这样一来就看不见了。罢了，先去试试。赵子龙，你躲到一旁接应我们。还成城破！王导分析，我们得抓紧时间，尸鬼首领就在前面。
这尸鬼首领居然是个刚毅的美男子。这个声音是那把剑发出来的。小心周围，他在用那把剑操控尸鬼。想在10万尸鬼军中抓人，保住凉州，简直不自量力！你不去帮忙，征服长安的九尾狐王乌奇羽，可就死在这伙驱魔师手中。我们要做的是让这座城充满无尽的戾气。只有杀戮，才能滋生更多的戾气。而这些戾气会让城市在噩梦中的尸鬼们更加疯狂。快走！敌人快把这里包围了！凉州将会成为一座尸鬼城。红军，杀戮滋生的戾气，城内有一股很强的妖力，正在将这些戾气聚集。那有妖怪进军尸鬼屠城，来聚集更多的戾气，还要这么多戾气做什么？戾气似乎能影响尸鬼首领。红军，红军！如今将随王一起去，没人能护得了你了。红军，红军，红军，你怎么样？为什么我能看见他的记忆，而且还是800多年前的往事？800多年前，那正是汉时。对，他的棺前刻有大汉，还有刘飞。难道是江都王刘飞？张轩，你知道他？此人乃汉室王族，15岁率部参与平定吴楚之乱，以居功得赐天子旌旗，获封江都王。后为大汉镇守吴地27年，直至病逝。这样的人，怎么会戕害无辜的军民？红军，救我！是他！原来在我梦中求救的人，就是他！难道他是被操控的？
刘飞身上的戾气更重了。以刘飞的身手和能耐，能够操控他的，绝非寻常妖怪。王俊，你说过，若戾气在人间聚集，就会成为魔。难道主使者操控刘飞及尸鬼军屠城，是要收集戾气来炼化魔？我要耗费成百上千凡人炼化的血肉，咱们都险些应付不了。那么，用凉州数十万生命炼化的魔，其实不仅驱魔司难以抗衡，而是整个人间都将沦为炼狱。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都一定要阻止他。尽快抓住刘飞，才能中断戾气。不去，掩护突围。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都一定要阻止他。戾气已经让他开始发狂了，竟然凭着爱心得一击，也要杀了我。糟糕，坤身设下的符印快撑不住了，心脉正在被心灯所噬。张师，小心！强剑！万法皆空！赵总，王俊，趁现在！抢到了！城外的戾气在消散，难道刘飞出事了？他们总是拿到封建也无用，以为打倒刘飞便万事大吉了吗？暗夜是陷入梦魇的好时机。那就是凡人的戾气和噩梦，这对虚弱的黑鹿来讲，可是个好东西。不止如此，我还准备了一份更好的礼物给他。很快，他就将不再虚弱，而且还能让更多的战死尸鬼在噩梦中脱冠而出。你找到那个人了？从今往后，
这世上没有驱除噩梦的白鹿，只有制造梦魇的黑鹿。很快，整个西北都将在痛苦和绝望中的三千人啊！见到手了，刘飞也抓住了。老二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想法子让战死尸鬼撤出凉州城，中断妖怪炼魔。法宝通常都需要法力催动，若是注入心灯之力，或许能激发它的力量。张师，心灯的能量太大，当时的符印承受不住，多半伤了他的心脉。既是妖族之力所设的符印，或许我也能。后去。成功了，就是挺难看的，要不换个形状？别管了，除了你，还有谁会在意这个？当务之急是先找到这把剑的用法，操纵战死尸鬼撤军。错了，这是中伏的阵印。不好，城内的戾气在不断加重，我快炼成了。怎会求不得，不运生，终生每历经一分苦难，便孕育出一丝戾气，戾气深重，积怨成魔，化作噩梦，萦绕3000世界。魔本就因众生而生。你的魂魄在人间轮回1000年，还不明白吗？神州大地气数已尽，万物皆被世道所折磨，入魔才是你唯一的归宿。要污染这样一个至
纯的精魂，得先让它受尽人间的桎梏。同袍相残，亲族厮杀，只有绝望和怨恨，才会令他滋生出无边戾气。这也是魔法。明星，醒醒！清醒一点！我赐你白昼。我赐你白昼的温暖。对不起啊，我没事的，李明星。戾气聚集成的鹿，不对，他身上毫无神性，不会是鹿神，倒像是魔。陆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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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！
尸鬼。有道理，试试吧，别管了。凉州已到存亡之际，绝不可出丝毫差错。这一仗必须胜！对了，就是这样，再把尸鬼们撤回来。不，武艺变强，撤军也来不及了。老二，你指挥尸鬼，把城里的妖怪魔都杀了。你能引来？众将士听令，诛杀城内妖魔，守我神州疆土。